你的眼前放着9片披萨，其中1片被下了毒，9名玩家每人需自选1片食用，可你却在披萨只剩下7片时，毫不犹豫地拿起3片往嘴里塞。其他人见状都以为你疯了，但你心里非常肯定，自己刚才吃下去那3片披萨绝对没毒，因为你获得了技能玉无双，无论这件事的概率有多低，都必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可是你清楚地知道，想要赢下游戏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只因你发现有玩家一直在撒谎。就在15分钟前，你忽然从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，周围还有8个陌生人。然而还没等你搞清楚状况，你眼前就出现了一个属性面板玉无双。这技能介绍看着还挺，可是状态那一栏怎么显示着被诅咒了？还有60天死亡倒计时。看到这里，你开始观察起了其余8人，他们的眼神并没有丝毫停止，应该是看不到面板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响起：欢迎来到恶魔游戏，你们一共会进行4场游戏，每轮恶魔至少将会让1名玩家死。4场游戏结束后，活下来的玩家将获得奖金。注意，玩家之间施加暴力行为，一旦判定违规将即刻死亡。那么，请各位玩家互相打个招呼吧。恶魔低语结束后，有几人以为是恶作剧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可下一秒却看见一个中年人双手抱头，一脸痛苦。没想到过了1个月，我又进入了这该死的游戏。这个游戏是真的会死人的。听了老哥说的话，有人恐慌，有人淡定。很快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出声提议：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认识一下吧。我叫陈海，是一名律师。我叫景宇，是一个主播。随着2人话音落下，你发现他们似乎在说谎，或者说他们在隐瞒着些什么，但你暂时没有深究，反而跟着撒了个谎。我叫苏晓，是个大学生。当所有人轮番介绍完之后，你发现大家都来自不同城市，职业也各不相同。就在这时，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铃铛。恶魔猜拳第1局游戏规则如下：桌上有9片披萨，其中有1片被恶魔下了毒，每人请自选1片食用。食用毒披萨的玩家将在5分钟后死亡，其余存活玩家胜利后将进入下一局游戏，请在10分钟内食用披萨。计时开始。我们就不能不玩这个游戏吗？不行，在上次的游戏中，不参加的人都会被判定成消极游戏，会被直接嘎掉的。彭栋志话音刚落，在场所有人纷纷往长桌靠去。就在大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时，一个叫寻火的年轻男子上前：我挺爱吃菠萝的，说着直接拿起1片放进嘴里。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寻火，怎么了？你们不吃？那我可继续吃咯。说完，他拿起一旁的叉子挑拣了几下，草莓、黄桃还是菠萝多的好吃，最后挑了1片菠萝最多的吃下。一旁有纹身叫做刘虎的暴躁男人也很意外：你奶奶个嘴，你真不怕死？只见寻火毫不在意地坐回到沙发，叉子也被他随意丢在了案几上。你看着面前没头没脑的一幕，摇了摇头。好家伙，还真有人不怕死。还是说他比我们更了解恶魔游戏？这家伙应该不是第一次玩恶魔游戏。想到这里，你开始分析了起来。如果5分钟后寻火不发身亡，那剩余的披萨就都是无毒的。可关键是现在披萨少了1片，规则说每人请自选1片食用。那如果没吃到，算不算是消极游戏呢？也不知道会不会像彭栋志说的那样，直接被抹杀。就在这时，谢可清突然动了，似乎是想要看清楚披萨，而后缓步向桌子中央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景宇的手正准备伸向披萨，可下一秒却被律师陈海叫住：喂，现在还早，既然已经有人吃了，就没必要现在冒风险。5分钟后见分晓。景宇如梦初醒一般，赶紧放下了手臂。而站在桌子中央的谢可清扶了扶我有些害怕的站不稳了，大家也坐下来休息一会吧。说着，他就踉跄着坐了下来。而彭栋志也已经来到了长桌中央坐下。众人对视了几眼，纷纷落座。而你心里知道，这个谢可清绝对不简单。毕竟，如果邢火死亡后游戏没有提前结束，披萨就会是必争之物。而现在距离披萨最近的4人是刘虎、景宇、谢可清和彭栋志。而此时的你心里已经有了打算。你起身走向披萨正前方，刘虎顿时有些警惕：你干什么？这家伙该不会是像邢火那样的傻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吧？我想看看披萨有什么不同。披萨刚才大家都看过了，没什么不同。确实，披萨都差不太多。说完，你迅速把手伸向了其中1片披萨，随即放进嘴里吃了起来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你又拿起1片披萨迅速吃下。就在你即将拿起第3片时，谢可清才有所反应，大喊一声：快阻止他！你的眼前放着9片披萨，其中1片被下了毒，9名玩家每人需自选1片食用，可你却在披萨只剩下7片时，毫不犹豫地拿起3片往嘴里塞。只因你获得了技能玉无双，无论这件事的概率有多低，都必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所以你在挑选披萨之前，决定了要使用玉无双。在技能开启的一瞬间，你清晰地感受到一股莫名的自信和能量遍布了全身心，只觉得自己现在做任何事都能轻而易举地达成。你思索一番后，心中所想的就是无毒，不会导致自己死亡的披萨。下一秒，披萨清脆入口的声音响起，而你在吃完第1片披萨后，却惊奇地发现玉无双的效果居然在选择完披萨后并没有消失。你感应到自己如果再吃1片，依旧不会选中那片毒披萨，所以你很快就吃下了第2片。一直垂头丧气的洪涛见此情景，顿时喜笑颜开。他认为这代表着自己中毒的概率又小。而你旁边的景宇也惊讶于你的胆色，你不怕吃到有毒的吗？你边咀嚼边吐出了1个字：怕。但话还没说完，你就又伸手想拿第3片。可就在这时，谢可清却忽然大喊：快阻止他！坐在你旁边的刘虎闻言伸手要拽你，可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你时，却像触电了一般迅速将手缩回。景宇见此吓得手赶紧停在了半空，而你已经正在吃第3片披萨了。看来正在选择披萨的玩家是会受到保护的。当你将第3片吃完后，才缓缓继续道：
我怕饿，吃3块披萨很合理吧？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其实你不是没想过用了技能后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但你想探究一下技能那所谓的独立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，以及能持续多久。当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发现了一个以条件为前提的必胜法，条件是不吃披萨的人会被抹杀。恶魔猜拳总规则说过，当仅剩下1位玩家时，无论还剩下几场恶魔猜拳，该玩家当即自动获胜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利用技能吃下所有无毒披萨，只可能存在2种情况。第一种就是盘子里一片不剩，有毒的已经被行火吃掉。那么如果行火死亡后游戏没有结束，而且每个人需要满足吃披萨的条件，结果就会是行火中毒身亡，其余人消极游戏被惩罚死亡，最后只剩下你一人，游戏胜利。第二种情况就是行火未死，还剩下1片有毒的披萨，有人吃掉毒披萨中毒身亡，游戏未结束，每个人需要满足吃披萨的条件，其余人被抹杀，那么就只有你和行火存活。如果是第二种情况，你只需要利用最后一次玉无双机会，在下一场对决中击败行火即可胜利。可惜玉无双在你吃完第3片披萨后效果就消失了，所以你并没有完成你的计划。但要再使用一次技能去吃披萨的话，太过于浪费，毕竟若是没吃到披萨也不会被判定成消极游戏，那你这个做法将毫无意义。而此时此刻，刘虎在看到你就这么水灵灵的吃下3片披萨后，忍不住问候你的家人：草泥马，刚才那个人是傻子，踢喵的是疯子，一个个都赶着去投胎。这时谢可清怯生生地看着你，真的不怕死吗？在游戏里死亡，现实中也会死的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期待着你的回答。实际上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等行火是否毒发的必要，大家吃到毒披萨的概率都是一样的。但你们想看完行火的状态，希望他被毒死，再毫无压力地吃下披萨，选择这种最让人心安的方式。可是你吃毒披萨的概率可不一样啊，你吃了整整3片，可能我是个烂好人吧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吃到毒披萨的几率就变少，剩下的概率连1/2都不到了。你这无辜的发言让几人表情一致，却又无法反驳。只有洪涛笑呵呵，很是开心。小伙子有胆识，我很欣赏你这样的年轻人。而景宇则是一脸激动，你那么有本事，你倒是都吃了呀。谢可清闻言在心里暗骂一声白痴，万一这家伙要是一冲动真给吃完，又真的有消极惩罚，那没吃过披萨的就都要完蛋了。而你听了景宇的话，挠了挠头，脸上带着清秀和真挚，仿佛真的像是个大学生一般。我是个好人，不然我再吃1片。说着，你的手又缓缓抬起，陈海和刘虎立马拦在了你面前，却都没敢触碰你。兄弟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而谢可清看你还要再次伸手去拿披萨，已经把你列为了本场游戏头号愣头青。他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了，更是拥有稀有道具，可以探查玩家的职业阶级，也可以压低自己的职业等阶，让自己提高概率参与到难度较低的恶魔游戏中。可他没想到，他这次却参与到了难缠的抹杀类游戏，还是运气占先的。而刚才他看着你的危险举动，原以为你是个王者，于是直接使用了今日唯一一次的探查机会，结果没想到你的职业阶级是0阶。但作为一个新人，不可能第一次参加游戏算盘就能打得这么响，所以他就认定了你是个不知游戏险恶，甚至坑队友的愣头青。此时的刘虎在一旁也气得不轻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里耍疯。看来老哥你还是不信我呀，那我再吃1片，或许你就信了。说完，你直接走到陈思韵和谢可清那边，毕竟你无法解释自己吃3片披萨的行为，干脆给自己上一个疯狂一些的人设，成为这里最惹不起的存在。于是你抬起手就要拿披萨，刘虎犹豫了1秒钟，还是选择了上前拦住你，结果下一秒他就直接飞了出去，手臂也已经被电麻。这下他不说话了，其余人也纷纷在安抚你的情绪，生怕你再伸手拿披萨吃。我信了，我们全都信了。所有人都点头附和，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刘虎咬咬牙，从嘴里憋出2个字：当然。这时谢可清眨着水汪汪的眼睛看向你，苏小，你已经为我们做的够多了，休息一下吧，希望我们能一块离开这个鬼地方。可恶，美人攻势是吧？行，我苏一实名接下了。你目光火热地注视着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当然想和你们大家一起离开。谢可清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，随后你便走向沙发坐下，开始分析了起来。这个刘虎一定参加过恶魔游戏，而且甚至恶魔游戏的规则和恐怖之处，所以才会在被电击过的情况下，仍旧来阻止我。这9个人里，彭栋志、行火、谢可清、刘虎这4个人一定都参加过，而陈海显得较为镇定，甚至和景宇在隐藏些什么，有概率是进入过游戏的。景宇暂时还看不出来，似乎一直处于高压状态。洪涛表面上确实像是第一次进入游戏，至于陈思韵一直冷着脸保持沉默，还真是让人最读不懂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计时器上的数字来到了5分45秒。现在众人只有唯一的选择，就是静静等待毒发时间。希望你和行火2人有1人死亡后，能听到游戏结束的声音。你可真是傻得可爱啊，死到临头也不自知。我不认为我会折在这里，我运气一向很好，感觉你真以为大家在玩游戏，这难道不就是游戏吗？行火听你这么说嗤笑一声，你绝对活不下来。巧了，我也觉得你活不下来。说实话，我除了运气好之外，还挺乌鸦嘴的。呵呵，我现在倒是有些期待你死后的表情了。你只是淡淡一笑，懒得再搭理他。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计时器的数字已经来到4分46秒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突然，行火的表情开始扭曲，这状况持续了2秒后，他就突然闭上了眼，不再动弹。
你的眼前放着9片披萨，其中1片被下了毒，9名玩家每人需自选1片食用，可你却在披萨只剩下7片时，毫不犹豫地拿起3片往嘴里塞。然而有1名玩家早在游戏刚开始时就已经吃下了2片，所以其余玩家见状打算先等等看。若是你们其中1人毒发身亡，就代表剩下的4片披萨都没毒。而就在行火吃下披萨后的5分钟，他竟开始抽搐了起来，2秒后更是直接闭上双眼不再动弹。众人见此迅速反应过来要去抢剩余的披萨，毕竟没人知道如果不吃披萨的话，会不会被当成消极游戏直接抹杀。而此时距离披萨最远的洪涛就像是早有准备，一马当先跳上了桌子拿下1片披萨。景宇和陈海的手速也没落下，而彭栋志在和刘虎的竞速中隐乱。最后刘虎、谢可清和陈思韵3人没吃到披萨。瘪犊子，你挺能装啊！此时的洪涛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，你不也是装什么初来乍到，在恶魔游戏里信了别人就是你的错。然而你还没来得及感叹洪涛的演技，就听到一串笑声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转过头看向行火，皱了皱眉，好家伙，一个比一个会演，你没中毒。洪涛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出，我只是加快一下游戏进程罢了，谁让你们磨磨蹭蹭。说完，行火转头看向你，怎么样，很失望？当然没有，谢谢你，我已经看到你死后的表情了，非常精彩。行火闻言脸一下子冷了下来，而你表面喜笑颜开，可你心里却咯噔一下，不对劲，行火这波演技实在是有点多余了。他刚才还傲气十足的跟我争执到底谁才会中毒，现在居然会放下骄傲在当下开这种玩笑。再看看他现在的反应，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刚吃下披萨的4人面色一紧，随即朝你投来了希冀的目光。吃了3片披萨的你俨然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。可时间一点点过去，时间已经剩下1分20秒，而你并没有毒发。这下吃了披萨的4人都紧张的流下了汗珠。很快时间进入了倒计时，然而计时器清零后又过了10秒，没吃披萨的3人依旧安然无恙，而吃了披萨的4人感觉危机将至。很快一道痛苦的呻吟声传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彭栋志身上，不多时他便气绝身亡，消失在了大厅。其余3人都是一副劫后余生的喜悦。恭喜幸存玩家，第1局恶魔猜拳死亡人数1人，半小时后开启第2局恶魔猜拳，请玩家做好准备。而洪涛听到主持的声音，大声质问：为什么他们消极游戏没有惩罚？并没有玩家违反规则以及消极游戏，有玩家愿意帮助他人食用多片披萨，我们没有理由干涉。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要害怕探索未知的领域，也许在死角中会有从未发现过的机会和可能。听完恶魔游戏主持说的话，你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这句话看似是在说没食用披萨不会受惩罚这件事，实际可能是暗藏着让玩家探索的提示。于是你开始观望起周围，认为仔细找寻一番线索才是上策。此时景宇轻轻的道：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这坐以待毙吗？陈海也转头看向刘虎和洪涛，看样子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游戏了。这个游戏真的就只能按部就班的来吗？那还能怎么样？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？逃又逃不出去。这时沉默许久的行火忽然开口：还真的有游戏可以逃出去。我之前玩过隐藏的密室逃脱游戏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。这局游戏又给了我们半小时的准备时间，这准备时间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或许真的在规则之下还藏有什么秘密。景宇听了他的话，立刻激动地站起身。那我们赶紧找找线索吧。你闻言心里不是很认同行火的说法，这个游戏就算是隐藏着些什么，也不可能是密室逃脱，毕竟游戏规则一点也没往这个方向上靠。不过这倒是和你想探索的想法不谋而合，不然自己一个人在那翻来翻去太引人注目。很快众人就各怀心思地行动了起来，而你直接来到了一排书架前，书架中央的矮柜上还有不少钟摆，左右2排的书种类也参差不齐，什么都有。很快你就发现了端倪，钟摆的类型很多，可有4个同样的种类掺杂其中。这个钟摆上是1.20分，秒针刚好落在12，而它的后半部也比较长，刚好组起来就成了一个字母 K。第2个钟摆是12点整，其余2个都是12点半整。按字母看的话是 K 啊，杀谁？你按顺序分别去触摸了一下4个钟摆后，你忽然感到自己口袋里一沉，果然这游戏有问题，居然还要解谜。你先是把4个钟摆的时间打乱了一番，然后随意的把手揣进口袋，这是子弹。你吃惊的同时也很疑惑，为什么要给自己子弹？看来还需要探索解谜。如果是解谜的话，那一定有谜面。你再次回想主持说的话，未知领域，死角。很快你就想到了什么，于是马上检查了一下左侧书架4个角的4本书，并把它们抽了下来。还不等你想明白这些书是什么意思，你的口袋再次一沉，你摸了摸，发现又是一颗子弹。果然，探索未知领域是指这满墙的书海，而2侧书柜的4个角落既是死角又是四角。你胡乱放好这几本书后，来到了右侧书架，又从4个角抽下了4本书，随即你就感觉到了第3颗子弹的出现。作为推理小说家的你，很快就把这几本书串联了起来。右侧书架暗藏的含义是间谍，俄罗斯情书是007系列的原著，而伯恩的身份是谍影重重的原著。至于杀案之谜与39级台阶，同样都是间谍小说的经典作品。在了解到右边书籍的含义后，你也终于明白左边书籍所表达的意思。这些书表示的是派系和阵营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游戏有间谍阵营。你被迫卷入了一场恶魔游戏，如果在游戏中阵亡，真实世界的你也会随之而亡。可你却丝毫不畏惧，只因你开局就获得了玉无双，在使用技能后，无论事情的概率有多低，都必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然而当你以为有了金手指就能轻松拿下整场游戏时，却惊奇地发现这场看似是在拼运气的概率游戏，实则是需要花费脑力去解谜才能获取最终胜利。而在第1局游戏中，9名玩家有1名死亡，其余存活下来的8名玩家即将进入第2局游戏。不过在第2局游戏开始前，恶魔主持给了玩家们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。
有玩家提议利用这个时间去寻找逃出游戏的方法，而你在探索中找到了关键线索。通过线索，你发现这个游戏里竟然有间谍，并且是阵营的对抗。恶魔作为间谍一直隐藏在玩家周围，而你几乎可以确定行火是恶魔阵营里其中一人。陈海和景宇也大概率是恶魔。另外，你觉得陈思韵从头到尾都太过于淡定，所以他也是你的高度怀疑对象。就在你思索间，谢可清走到了你身边。苏小，你有发现什么吗？没有。你说这真的会有线索吗？我有发现。说着，他偷偷摊开掌心，是一块小铜牌，上面还有一串0到9的阿拉伯数字。这是我在角落那个食宿鲤鱼肚子里找到的。你再看看背面，上面还写着敌人2个字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我看你之前分析恶魔游戏很准确，所以就先来找你了。你闻言接过了铜牌，没想到他居然拿到了线索。如果真是线索的话，那是不是代表他手里也有一颗子弹了？你打量着这面铜牌，鲤鱼肚子里发现敌人，那就是暗示敌人来自内部，而鲤鱼象征着幸运，但却只是外在。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这场游戏看似比拼运气，实则内部有敌人需要解决吞噬。至于0到9是什么意思，你暂时还没想到，但你并不打算马上就告诉谢可清你的分析，只是假装思考，随即突然抬起头。有了，不是我吹，我其实挺擅长解谜的。你故意说了一堆无用且自夸的东西，而谢可清听着你的话，顿时觉得有些头疼。其实他来找你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线索的含义，他甚至也已经联想到了有恶魔藏在众人之中，但他需要一个商讨对象和背锅人，因为他希望让你来告诉所有好人这件事，而自己则继续扮演一个懵懂女生。可没想到你却是一副无知的模样。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再次提示你，内部在鲤鱼肚子里的敌人。听到他的话，你心里笑了。你之所以一直拖着谢可清，就是为了验证他是不是恶魔。现在看来他一定不是了，不然他也没必要跟自己说这些。我知道了，是内部的敌人，我们这里有间谍，应该说是恶魔。谢可清听你这么说，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你好聪明啊，那么我们赶快把这件事告诉大家吧。你闻言瞬间严肃起来。不行，我们还不清楚恶魔是谁，万一打草惊蛇呢？谢可清微笑的脸顿时僵住，但肯定是好人多呀，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人才是我们的优势。说出来之后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除了会影响我们找恶魔，还会引火烧身。我们现在连好人获胜的方法都不知道。听我的，放心交给我吧。游戏已经赢了。谢可清闻言悔恨不已，他这是哪来的自信啊？他捏了捏藏在袖口的子弹，看样子只能靠自己了。就在这时，洪涛忽然大喊：我找到线索了！我在浴缸里发现了一颗骰子，然后脚边还踢到了一颗子弹。你和谢可清一同走了过去，果然跟自己口袋的子弹一样。你率先上前接过骰子查看了一番，可下一秒刘虎就一把夺过你手上的骰子。我来看，但翻来覆去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。陈海上前伸出了手，我来看一下吧。除了一点那面没有炸弹以外，其他面的点数都是炸弹的形状，这是不是在暗示我们这个游戏最后只能活下一个人？至于子弹，会不会还有配套的枪支，是让我们互相残杀？陈海话音刚落，就将目光锁定在了洪涛身上。我可没有，别诬陷人了。我要是有的话，怎么会把子弹拿给你们看？很快，刘虎就跟洪涛吵了起来。谢可清顿时皱起了眉。陈海分裂好人的行为，在他心里已然是恶魔的备选人，而你在一旁低头不语，只觉得陈海真能解释，思路一旦被他带偏了，就回不来了。得赶快找到好人的获胜手段才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巨大的3声铃铛声响起。恶魔猜拳第2局规则如下：桌上有8把6个弹巢的左轮，恶魔会在每把左轮里仅装填1颗子弹，每人请选择一个位置，按位置顺序顺时针轮流向下一位玩家瞄准开一枪，从1号位朝2号位开枪，2号位朝3号位开枪，直到8号位朝1号位开枪。这一整轮算作一个轮次，被左区击中玩家将立即死亡。游戏再有1人中枪，并且该轮次所有人完成射击后结束，请在15分钟内让游戏结束，否则全员阵亡。计时开始。谢可清听完规则后，在一旁喃喃自语：怎么办？而你用余光看了一眼陈海，发现他手中已经攥紧了洪涛那颗子弹，你顿时心中一松，随即低声对谢可清说：游戏已经赢了。谢可清听到你又说这话，只觉得莫名其妙，而你继续道：坐在洪涛后面。谢可清作为你能看清的好人，万一你预估失误，这轮没有胜利，让他活下来作为一个助力也是需要的。苏小，你可千万别坐行火和陈海后面，他们有点问题。你不置可否微笑了一下，倒是你的子弹，可千万不要放进左轮里。谢可清闻言顿时一愣，下意识看了一眼右手，什么情况？他怎么知道有子弹？而你在知道他子弹位置后，迅速朝他的手上一握。谢可清愣了愣后，竟鬼使神差的将子弹给了你。而你这么做，是为了确保谢可清不会把子弹放进枪里，因为一旦有好人这么做，就会影响你的计划。做完最后一步，接下来就只能期望其他好人没有发现线索和子弹。此时的你大步向前，坐在了8号位，还顺便撞了一下刘虎。原本想坐在洪涛前面的他，瞬间被激怒，直接坐在了7号位。你等着，这轮我还治不了你！呵呵，演技得开始飙起来了。无所谓了，累了，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，活着又或是死亡对我来说也无所谓。这游戏现在要怎么样和我没太多关系。你摆出一副提不起劲的表情，众人真的以为你厌世了，想着能不惹你就不惹，而你继续装疯自言自语，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真枪吗？真想开一枪，等会我要是连续开枪会怎么样？总会射出来一发吧。在场所有人顿时汗毛直立，都在想不能做他下家。就在这时，行火径直走向了1号位。你不是说你运气好吗？刚好我们这轮可以比比所谓的运气。你嘿嘿一笑，好啊，反正我说过了，我运气一向很好。然而此时你心里却在想，终于上套了。
你被迫卷入了一场恶魔游戏。如果在游戏中被淘汰，真实世界的你也会随之而亡。可你却丝毫不畏惧，只因你开局就获得了玉无双，在使用技能后，无论事情的概率有多低，都必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而你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单纯的运气对决，却没想到竟然充满了策略与算计。就在第一局游戏结束后，你发现恶魔其实一直隐藏在玩家之中，并且这个游戏是恶魔阵营和好人阵营的对抗。于是你一直在想好人该怎么赢下游戏。终于在利用找到的线索仔细分析了一番后，想到了好人阵营的获胜办法。此时此刻，第二局游戏已经开始，8名玩家都坐在了放有左轮的桌子前。这时你听见一道声音：检测到玩家携带4枚子弹，请玩家选择投入子弹水，心里默念即可。果然可以装子弹。随后你用意念选择投入了1颗子弹，子弹并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要恰到好处。请玩家选择第几轮次开枪。你闻言并没有马上选择，而是开启了最后一次玉无双。同一轮次内，我和行火、陈海同时上弹。听到滚动的弹巢停下后，你感应到自己成功了。你预测恶魔阵营会选择在第5轮一同上弹，而如今在玉无双的效果下，你一定能跟行火和陈海在同一轮内完成射击，那么就代表着将会有3名玩家凉凉，而这就是破局的关键。这时行火举起左轮，那我开始了。下次能给我一点反应时间吗？洪涛说完就将枪口缓缓对准了谢可清。轮到谢可清时，他依旧表现出柔柔弱弱的模样。后面几枪一直是空枪，轮到你时，行火笑意浓重，毫无畏惧。我不会这么倒霉吧？你报以微笑。枪里自然是没有子弹的，只有行火开得出响声来，自己才能射出子弹。而你推断所有人的左轮里其实都没有子弹，在探索中没发现子弹的玩家，只能干等着被找到子弹的恶魔击中。就在刚才找线索那30分钟里，你观察到行火早早就已经坐回到了沙发，所以他一定是已经找到了子弹。而陈海不论有没有找到，刚才都已经偷偷拿洪涛的。至于景宇的枪里不可能有子弹，因为他坐在了陈海上家，他不可能去淘汰队友。随着空枪的声音不断，游戏如你所料般已经来到了第5轮次。行火不慌不忙地扣下了扳机，是空枪。你顿时警觉，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？而就在你意外之时，你察觉到陈海也在一瞬面露异色，他也没预料到吗？不过这倒是无所谓，这轮不是那就是下轮了。果然这一轮又是安然到了你，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凝重，只希望你能开出一发来。大家的运气都很好啊，你说你这一枪能开出来吗？你微微一笑，举起左轮，能不能开得出来不清楚，但是你一会笑不笑得出来就未必了。下一秒你扣下扳机，咔嚓一声，所有人的脸一下子就黑了下来，而行火笑得更加猖狂，哈哈哈！怎么样？我就说我运气不错吧。在洪涛看来，他已然是必达的局面，这么小概率的事情都能碰到，绝对有鬼，这根本就不可能是随机的，这是做。通告已出现被击中玩家，该轮次结束后，第2场恶魔猜拳正式结束。哈哈哈哈！苏小，照这么下去你可就输定了。我说过我不怕，继续吧。行火闻言就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般，好好好，我看你能淡定到什么时候。此时轮到了谢可清，他犹豫了一会，还是扣下了扳机。空枪，看样子果然好人的左轮里根本没有子弹。而陈思韵如同前5轮一般不带一丝犹豫。这时轮到景宇，在看到是空枪后，刘虎顿感不妙，等等，但很显然陈海并没有要等他。刘虎被击中，消失在了客厅，现在只剩下你这一枪。理论上，我预测你们恶魔会将子弹放在第5轮一起上弹，可现在居然来到了第6轮次，想必是因为你吧？你被迫卷入了一场恶魔游戏，如果在游戏中被淘汰，真实世界的你也会随之而亡。可你却丝毫不畏惧，只因你开局就获得了玉无双，在使用技能后，无论事情的概率有多低，都必然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你本以为这所谓的恶魔游戏只是一场单纯的运气对决，却没想到竟然充满了策略与算计。此时第2局游戏接近尾声，恶魔阵营的玩家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，浑然不知你已经掌握了好人阵营的获胜方法。而在这局俄罗斯轮盘的游戏中，现在就只剩下你最后这一枪。从表面上看，只要你现在对着行火扣下扳机，他就，但你却没有着急开枪，而是直勾勾地盯着行火。理论上，我预测你们恶魔会在第5轮一同上弹，可现在居然来到了第6轮次，想必是因为你吧？行火闻言依然笑容满面，你是发现了什么吗？与此同时，作为好人阵营的刘虎和洪涛被击中后，来到和比赛场地一模一样的客厅，而之前被淘汰的彭栋志此时正坐在位置上盯着电子屏幕。我们这是，你怎么还活着？这是观战房。恶魔猜拳是阵营对抗游戏，所以我们的淘汰还不算是输了游戏，队友如果获胜，我们依旧可以活下来。现在得看苏小的了，那个不要命的大学生。刘虎听到这名字，就已经觉得自己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，而这也是3人共同的想法。如今只能带着微弱的希冀盯着屏幕内的情况。先说结论吧，你、陈海、景宇3人是恶魔阵营，而你们的目标一定是让我们在恶魔猜拳中被淘汰。之前的披萨在你利用叉子投毒前，全都是无毒的，这一轮也一样，每个人的左轮里本身都没有子弹。行火笑容不减，呵呵，还算没有笨到家。还有这局游戏，你们只能打2个人吧？行火听到这话，笑容顿时僵住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你还记得你拿叉子下完毒之后，你把叉子带走了，扔在了案几上吗？起初这个细节我并没有在意，直到我看到洪涛的6面头。书架4角的书，时钟的刻度，铜牌0到9的数字，这些全都在告诉我好人获胜的关键就在于数字。
骰子既是在暗示数字，又在暗示超过数字仪就会爆炸。看来是有规则限制着你们，限制你们第一轮只能淘汰1名玩家，而你把叉子带走是刻意为之，你怕有冤种再去使用这个叉子。如果死亡人数超过1人，恶魔阵营就会输，而这就是我们好人阵营的获胜密码。在第2轮游戏，如果恶魔阵营想要多嘎人，理应抢占隔开的位置，但景宇却选择坐在了陈海前面。这并不是因为景宇没找到子弹，而是因为恶魔在第2轮的打人上限就是2。我说了，我预测你们在第5轮一起上弹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在不完全暴露的基础下双杀。而刚才我注意到陈海的表情，他似乎并不知情上弹会在第6轮次，这是你主导的吧？星火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可能作为位置最靠前的恶魔，有权利选择恶魔们分别第几轮开枪吗？你闻言一眼就看穿了他，星火，你就是想单独获胜对吧？陈海听了你的话，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那个骰子除了一点那面，其余全是炸弹，既是暗示好人阵营获胜的关键，也是暗示恶魔想要获胜就只能单独存活。甚至你可能还找到了其他线索来佐证，所以你故意选择在第6轮开枪，因为这样就会暴露原本左轮里没有子弹，让好人开始警惕，从而下一轮寻找对付恶魔的手段。而你则趁陈海慌乱之时对他下手，这样只剩下一个景宇，可他又怎么会是你的对手呢？对吧，星火？星火听你说完这些话仍旧在笑，就算你说的都有道理，可你的枪里有子弹吗？你说你预计我们会在第5轮同时上弹，那么你第5轮那一枪去哪了呢？这样看来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没有子弹。星火继续嘲讽，难不成你还能真上了子弹，而且敢赌在第6轮？呵呵，我不信，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。你闻言突然笑了，如果说恶魔被毒不会嘎，那么被枪是不是也不会呢？星火表情顿时一僵，我刚才说的话这么多漏洞，你居然都没反驳我。恶魔为什么要在第5、6轮开枪？如果说恶魔被击中后会没，你们难道不应该越早开枪越好吗？这样看来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恶魔被枪根本不会嘎，所以你们在我说那一番话的时候，都是自动带入了自己不会嘎的情况，才会觉得我说的话没问题。而你刚才故意一直嘲讽我，也只不过是想刺激我，让我着急射击你罢了。这时你转头看向了景宇，我之前一直好奇你为什么着急吃披萨，担心有消极游戏，但作为恶魔都已经提前知道了规则，你为什么还要怕？我猜测是因为你们恶魔需要遵守规则，但好人可以不用，那些规则都是来制衡你们恶魔的。景宇听着你的话浑身颤抖，明显快绷不住了。你见状心想这把稳了，你已经从他身上知道了想要的答案，现在你很确定，只要自己再淘汰一个好人，让淘汰人数超出2，恶魔阵营就会输。于是你缓缓举起左轮瞄准自己。星火见此情景脸色大变，直接指着景宇骂他白痴，他只是推测而已，根本就不敢肯定。你在慌什么？许久未出声的陈海也崩溃了，真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。星火沉默了一会后阴翳地盯着你，我承认你很聪明，刚才你要是选择射击我，我一定会替暗黑工会招揽你，但是现在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？你破坏了我准备多年的心血，破坏了我的跃迁赛，你一定会打得很难看。他说着手一伸，你突然感觉到自己被什么盯上了，等着我来找你。苏小，你虽然不畏惧，但心里有些疑惑，这人输了游戏，真实世界的他不会凉凉吗？但你并没有想太多，而是做事准备扣下扳机。不过你暗暗想到，我的确是铁好人，但万一对着自己开一枪真嗝屁了呢？所以还是把这一枪让给概率99.9%好人的谢可清吧。这一枪击中了谢可清，但他并没有消失，而恶魔阵营的3人却如同中枪般倒在了血泊中。恭喜好人阵营获得恶魔猜拳胜利，擅长欺骗的恶魔怎么会陪你们公正的猜拳呢？不一会，长桌周围就出现了刘虎、洪涛和彭栋志几人，都面带震撼对你道谢。不说了兄弟，算我欠你一条命，下次要是还能碰见我，一定都听你的。而你对于他们的话左耳进右耳出，因为你知道恶魔游戏里不可能相信任何人。就在这时，沉默许久的陈思韵忽然站起身，我能帮你摆脱行火和暗黑工会，但是你得陪我参与一场进阶游戏。参加过恶魔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一旦开始了便无法停下，甚至会随时失去性命。作为新手的你，好不容易赢下了第一场游戏，却被邪恶势力盯上。就在你不知如何处理时，其中一个玩家突然开口，我可以帮你摆脱暗黑工会的追踪，但你得跟我一起参加进阶游戏。刚才行火说他是暗黑工会的人，那么他就一定没嘎，因为达到3阶的灵能者是可以拥有失败免死亡惩罚道具的。这次他游戏失败，一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你还打断了他的跃迁赛。刚才他已经在你身上放了定位道具，你只要出了游戏，他立马就能感应到你所在的城市。我是4阶灵能者，我能帮你。陈思韵的主动让你不由得愣了愣，这个游戏你是第几次参加？你没有隐瞒，直接告诉了他自己是第一次。陈思韵闻言冷漠的神色终于有了变化，他没想到自己居然中奖了，还是头奖，因为这场4阶进5阶的进阶对他而言非常关键。但这游戏有个要求，那就是需要一个同伴，并且这个同伴签约时必须是10场游戏以内的新人，但能力强的新人并不好找，而他经过整场游戏的观察，自己面前这个男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是我的手机号，回到现实后给我打电话，我会来找你，帮你摆脱暗黑工会。就算你不来联系我，我也能找到你，因为我也在你身上用了定位道具。你现在可以提前退出游戏，结算你的奖励。你闻言点了点头。这时谢可清看到陈思韵把手机号给了你，也赶紧走到你旁边，这是我的手机号，你那么聪明，一定能记得。说完后，几人轮流退出了游戏。退出后，你来到了一个流光溢彩的空间，
恭喜玩家苏毅完成第一场恶魔游戏恶魔猜拳，评分 S 级，晋升一阶欺诈师，激活技能职业欺诈，奖励金钱400万，加成120万。你看着这520万有些感叹，那是自己用生命赢来的。随后你查看了一下道具，体能强化果实，你迫不及待地想强化自己的体能，于是你调出了属性面板。可这时你却发现玉无双技能那一栏显示需要充能，并且无法自动充能，难道这技能无法再次使用吗？你见状决定回头问一问陈思韵，随后你开始查看起了物品栏，有一个叫千门戒的手部装备，装备了之后就能获得小成千数，双手灵巧度增强25%，你立马选择了装备。你佩戴后发现手指明显迅捷许多，同时脑海里涌进了一些千术知识。随后你看向最后一件物品并将它取出，那是跟第二轮恶魔猜拳一模一样的作用，只能攻击灵体，无法攻击活着的人，对低级灵体有一定威胁，对高级灵体威胁不大。你看完后放回了物品栏，然后退出了游戏，周围的彩色烟雾慢慢消散，你回到了自己的小书屋。你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距离刚才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，看来现实和恶魔游戏的时间比例是1比1。随后你换出属性面板，结果就看到进入恶魔游戏的倒计时还有47小时59分钟。你没想到2天后竟然又要进行游戏，就这种频繁程度，你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你摇了摇头，甩出消极的念头，将物品栏里的体能强化果实拿了出来，直接放进嘴里。下一秒你的身体开始发热，10分钟后你发现自己的身材好了不少，8块腹肌都出来了，这下可以正常应对需要体能的游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敲门声传来，我是陈思韵。在听到熟悉的声音后，你才将人放了进来。坐下后，你拿出手机跟陈思韵加了个好友。你也在宁城？不是，我在海城。我用道具定位了你的位置，看你没联系我，我就用传送道具传送了过来。这些道具都是通关游戏的奖励。是的，来源都在恶魔游戏，你也可以在恶魔游戏论坛上交易收购。这个论坛只有参与恶魔游戏的玩家才能登录。接下来这10几分钟，你从陈思韵那里了解到很多关于恶魔游戏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他凭空拿出了一张符纸，画了几个动作，随后朝你胸口贴了上去。这是灵符师所制作的驱散符箓，能保证10日内没人可以定位到你，但对于官方只能维持3天。你点了点头，随即开口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。你知道状态栏里的诅咒吗？还有死亡倒计时。诅咒是在游戏里吗？不是，是在现实属性面板里的状态栏。让你出乎意料的是，陈思韵居然摇了摇头。我从来没听说过现实当中会有诅咒。你被诅咒了？对，死亡倒计时60天。陈思韵闻言忽然想到了什么，1个月后将进行区域排位赛。我有注意到个人排位赛前10的奖池，好像有一个关于解除诅咒的道具。不过这个排位赛的死亡率绝对大。你点点头表示明白，随后又问，那职业有很多吗？有没有天赋技能这类说法？职业是有很多，但天赋技能是没有的。在得知玉无双似乎是自己专属的金手指后，你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，那无法自动充能的技能怎么主动充能？可以在论坛里交易购买灵晶，1块市场价100万。你闻言松了一口气，有办法充能那就代表金手指还能用。随后你又问了一些关于恶魔游戏的问题，收获了不少有用信息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说说我需要怎么帮你吧。我需要你帮我完成进阶游戏，但这场游戏的难度一定非常高，时间是50天后，我会给你1颗灵能宝玉作为报酬，这是你绝对无法拒绝的。它能升级成长你的某一项技能，方向可能是能力的增长、上限的增长等。这个东西有市无价，硬要说它的价值的话，一定是在2个亿以上。你听了陈思韵的话有些兴奋，2个亿显然是自己这辈子都无法赚到的钱，而且这东西恰好可以升级玉无双。这时陈思韵打开了一个副本卷轴，这就是我的任务卷轴，如果你愿意当我的备选人员，可以现在签约，49天之后他会再度确认签约，如果你没有确认，任务卷轴对你而言就会失效。而你听了他的话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把手放在卷轴上签了约。陈思韵在看到卷轴上写着苏毅2字后松了一口气，我的传送道具返程时间到了，希望我第49天联系你的时候你还活着，并且已经成为了2阶灵能者。说完他就被一股蓝色光圈包围，随后消失不见。陈思韵走后，你简单收拾了一些衣物，准备离开这个地方，以防万一有其他人能找到自己。你首先来到了一家网吧包了个单间，然后登上了恶魔游戏论坛，改了一个昵称传奇欺诈师。在看到可以隐藏昵称后，你果断隐藏了起来。随后你点开交易板块，直奔灵晶而去。灵晶的价格都是100万左右，你挑了一个最低价格的购买。确认购买后，1颗灵晶出现在了物品栏里，你立马选择了给玉无双充能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属性面板。可没想到眼前这一幕却让你彻底傻眼了。参加过恶魔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一旦开始了便无法停下，甚至可能会随时失去性命。虽然你开局就获得了金手指玉无双，但却惊奇地发现这技能需要花钱充能才可以使用，而你为了能在恶魔游戏里活命，也只能含泪花100万买了1颗灵晶充能。结果充完能打开属性面板一看，竟发现玉无双并没有完成充能，100万才充能了20%。不过你只是惊讶了一瞬，随后只能认命般再次购入了4块灵晶，毕竟生命才是第一位。而玉无双在用了5块灵晶充能后，可用次数终于如愿来到了1。然后你坐在沙发上梳理了一下今天上午的关键信息，你明确知道自己已经跨入了与之前不同的世界，接下来将一直面对生死威胁的恶魔游戏。更糟糕的是自己身携诅咒，但眼下更重要的是先赢下后天的游戏。你拿手机看了一眼账户，花了500万，还剩235万，有200万是老房子的拆迁款，
现在小破书屋是回不去了，得换一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买或者租一套。而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赚钱，毕竟玉无双虽然很无敌，但太吃金子。如果还想动用这个金手指，那么必须每场游戏都要赚到500万以上。就在这时，你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虽然说这个技能没法在现实用来买彩票，那么如果在游戏结束后结算奖励的时候用呢？直接玉无双奖励暴击翻倍，如果有效的话，那岂不是可以实现财务自由？于是你决定自己下一场比赛要试着不去使用玉无双。打定主意的你推了机子，找了一家电竞酒店，花1300开了5天的房间。毕竟这次距离下一场恶魔游戏的时间太短，所以你打算等下一次再找房子。而接下来这2天，你一直看论坛帖子了解恶魔游戏。很快时间就来到了进入游戏当天，在下午4点44分，你被传送进了游戏。欢迎来到恶魔游戏，想获得超凡的力量吗？想获得惊人的财富吗？那么，请赢得恶魔游戏，活下去吧！本次游戏名为生死决胜21点。你刚睁眼就发现自己坐在一张赌桌前，除了自己外还有3男2女，每个人的面前放了一堆不同数量的筹码，可你眼前的筹码看起来少得可怜。这时恶魔主持开始介绍起了游戏玩法。玩家的目标是将手牌制和尽量接近或达到21点，在不超过21点的前提下成为全场最大。2到10的数字牌数字对应相应的点数，勾圈 K 3张花牌点数为10点，尖的点数既可以当做1点，也可以是做11点。无论庄家闲家，点数之和一旦超过21点就会爆牌。输掉这轮压住筹码，已经使用过的手牌不会再洗入牌组，而是正面朝上放在牌组的最下方。当庄家手中牌组新牌全被耗尽后，顺时针下一位玩家自动成为新的庄家继续游戏。每位玩家的筹码随机，筹码耗尽时间抹杀，直至存活1人。注意，玩家之间施加暴力行为一旦判定违规，该玩家即刻死亡。玩家可以举报作弊，按下自己椅子扶手侧面的按钮即可举报。该玩家要是2秒内有作弊手法行为，则判定举报成功，作弊玩家死亡，其剩余所有筹码归举报玩家所有。如若失败，请向被举报方支付30枚筹码。你听完规则后有些头疼，怎么又是抹杀类游戏，还只能有1个人能存活？看样子还是不得不使用玉无双啊。此时你观察着眼前的情况，却发现对面的墙上是一排孔洞。你认为这里面大概率会冒出些什么来？很快游戏开始了，1号玩家先手为庄，各位开始下注吧。2号男人朝大家比了一个手势，看起来颇为专业。不一会大家都下好了筹码，除了6号绿发青年下了5枚外，所有人都只下了1枚。你考虑了一下，也下了1枚。其实你对于21点也仅仅是稍有了解，不过你注意到规则并没有禁止作弊，甚至让玩家主动举报作弊。而你现在可是拥有千门戒的人，不过千门戒只能单纯提高手速和签术手法，所以不太熟悉21点的你还得边玩边学，以稳定为主。这时发牌已经结束，1号刀疤男庄家面前一张方块4，一张暗牌。2号玩家西装中年是梅花 KJ， 已然来到了绝对的优势20点，而你拿到一张 K 1张5，这个15点数非常尴尬，如果抽牌万一大于6点就会爆。这时你看了一下其他玩家的牌，4号贵妇是5合勾，5号年轻女人7合圈，6号绿发青年是2合8，已知现在对自己有意义的牌只有2至6点，算上台面也有4张。牌组里92张只有36张，8张牌的尖不会爆但没意义，7到 K 有48张，爆牌的概率高达52%，所以你选择了停牌。后面4号5号也选择了跳过。轮到绿发青年时，他马上推出了5枚筹码加倍。1号庄家刀疤男见状脸色难看，随后给6号发出了一张加倍牌，是一张尖，达到了最大值21点，已然是必胜之局，除非庄家也翻出21点才能与之打成平手。这时庄家翻开了自己的暗牌，是一张 K， 加起来14点。现在庄家只要翻出8到 K 就会直接爆牌。刀疤男抬手继续给自己发了一张牌，是一张2点，加起来是16，没有大于等于17，还得继续发牌，一下子爆牌的概率剧增。刀疤男屏着呼吸再次推出一张牌，是一张8 ，24点爆牌，赔付所有闲家。这一下子他赔出去了14枚筹码，仅仅只剩下了26枚，成为了筹码量垫底的存在。这局结束后，庄家把用过的牌放到牌组最下面，然后开始了下一局。游戏一直不紧不慢的进行，如今已经来到了第4局。刀疤男发牌的手速明显要比前几局快很多，你立马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个男人在出千。参加过恶魔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一旦开始了便无法停下，甚至可能会随时失去性命。第一次进入副本的你本以为自己迟早会在游戏中凉凉，却没想到开局就获得了金手指玉无双，又在赢下第1局游戏后得到了千门戒，可以提高手指的灵巧度。刚好你进入到的第2场游戏叫生死决胜21点，是一个跟扑克牌有关的游戏，所以你决定要利用千门戒作弊出千来取得游戏胜利。然而就在游戏来到第4局时，你发现了其中一个玩家竟然在出千，虽然你知道他在作弊，却无法看出他到底何时用了什么手法，他的手速实在是过快。不过即便刀疤男真的出千，你也不会考虑第一个去举报，正好也可以看看大家的反应。很快牌已经分发完成，这局庄家1张9，1张暗牌，2号西装中年人是1张尖和1张7，加起来18点，所以选择跳过。而你则是1张9合圈来到了19点，你发现其实庄家赢的概率还挺大，很可能与自己平手，所以你也选择跳过。
4号是一张6和7，选择跳过。5号是3和6，他看了一下其余玩家的牌，然后选择抽牌，是一张9。来到18点的他结束了要牌。6号绿发男是一张尖和6，选择跳过。这时庄家翻开暗牌，是一张圈，加起来是19点。除了跟你平手以外，这一局他直接赢下了25枚筹码，筹码数量直接飙升到了52。5号女人面色难看，快要抓狂，她已经连输3局了，原本70枚的筹码一下子来到了50枚。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，用抖音电脑版看，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小窗模式工作娱乐2不误，还有很多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免费设置，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。接下来庄家又发了2轮，你紧盯着刀疤男的手，终于在最后一把发现了那种违和感，是藏牌派空张，他藏了一张牌在袖口，又在发最后一张牌的时候把这张牌发给自己，来达成自己的2把大牌。而这2轮毫无意外在庄家的出签获胜中结束。这下5号浓妆女坐不住了，是不是作弊了？哼，就算我作弊了又怎么样？你要是觉得我出老千，那你就去按举报按钮，而不是在这里和我掰扯。5号被气得不轻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如今牌组已然不足派发1轮的12张，庄家换到了2号西装男。你其实注意这个2号很久了，之前开局就很像扑克老手，所以这一回合你决定都先下一枚试试水。接下来的几局非常稀松平常，庄家有输有赢，直至最后一局庄家拿到20点，通杀告终，而你的筹码稳定在40枚，和浓妆女并列最后1名。7局下来2号稳居第一，你本以为西装男会出签，可是一直都没有看出半点异样，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出签手法以及记牌能力已经出神入化。此时已经轮到你做庄家，这是你的关键局，要是稍有差池，可能就会面临死亡。你手指微动，尝试了一些千门界包含的切牌术，都是千门一些花里胡哨的锻炼手法，不过你还没适应，导致过渡并没有那么丝滑。接着你又在花式切牌中掺杂试了试派底牌的前置手法，不过这一轮你并没有作弊，靠着17点不赢不输，直到第3轮你也没有用签术，但第3轮你爆牌了，筹码只剩下16枚。你观察到前3轮小牌居多，而牌量只剩余50张，这50张里大牌的数量多得离谱，庄家爆牌的几率也增加了很多，所有人都像盯猎物一样盯着你，觉得你必输无疑。你内心思索一会，有了一个计划，要不我教教你们怎么赢我吧。参加过恶魔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一旦开始了便无法停下，甚至可能会随时失去性。可作为新手玩家的你不仅不害怕，还敢在21点扑克牌游戏中当众作弊。要知道作弊被发现举报可是会直接凉凉的，但你却丝毫不在乎。此时游戏已经过半，如今轮到你做庄家，你担心自己这剩余的26枚筹码会一下子输光，所以你想到了一个计划，要不我教教你们怎么赢我。众人都没想到你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，但又因为你如今陷入绝境而对你轻视。你一个玩花切的懂什么？而你并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自顾自地说着21点的技巧。听完你说的话，刀疤男讥讽地看了你一眼，怎么？你是知道自己要输了，来给我增加点难度？你对刀疤男的话一笑置之，手中也开始徐徐发起牌来。你坐庄名牌为4，在发到这张牌以及看到其余闲家的牌面后，你心下陡然一喜，暗赞一声不错。接下来5位闲家全部都选择了跳过，这让你松了一口气。下一秒你翻开暗牌，是一张4。2号看见后眼神一凝，这张方块4我没记错的话，前3轮已经出现过2次了，总共2副扑克牌，现如今怎么会又出现1次？这小子出签了，我居然没有观察到。与此同时，刀疤男也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怎么这次发牌还是小牌偏多？你小子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你只是微微一笑，再次给自己发牌，一张红心3。这时一直很沉稳的4号贵妇皱了皱眉，这轮小牌也太多了吧？而且自己前3轮拿到了2次红心3，不可能有第3张啊！他出签了，而你嘴角含笑，自己现在加起来11点，抽什么都不会爆。你继续给自己发了一张牌，红心 K， 点数直接来到了21点通杀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牌组里明明这么多大牌。2号也沉着脸开口，你出签了？对，这小子一定出签了。而你闻言只是淡淡一笑，那你们按举报吧，我明明好心教你们21点制胜关键，你们不谢谢我就算了，还要倒打一耙。听完你这句话的西装男和贵妇终于反应了过来，这小子告诉所有人21点的技巧根本是有意为之，他在说话的时候早就把左手的牌组翻了一个面。如今你的筹码一下子从26枚增长到了50枚，而接下来的2局你毫无压力的来到了72枚。很快庄家交换，4号坐庄的6局都是平常的对局，轮到5号浓妆女坐庄，她的筹码只剩下23枚。这一局刀疤男直接下了10枚，其他人包括你也都下注了4枚，一共26枚压注，只要浓妆女爆牌就会凉凉。浓妆女也一直祈求好运降临，然而事与愿违，她的牌面是一张6，暗牌是 K， 按照规则小于17点需要再抽1张，结果是一张8，加起来24点爆牌。5号面前的筹码瞬间清空，下一秒他身后的孔洞飞出一柄飞刀，直接戳进了他的身体。5号玩家筹码耗尽，凉凉，庄家交换。此时绿发男成为庄家，他开始切洗牌堆，刀疤男筹码正多，直接下了10枚，你和其他人都下了5枚，一口气25枚的压注明显对6号有了一定威胁。绿发男见状也知道形势不妙，下一秒只见他的手速加快，继续切牌。你顿时有所察觉，
这家伙也会出千。而绿发男其实并没有在切洗过程中作弊，只是在锻炼热身自己的双手。随后他开始飞速发牌，你也紧紧盯着他的动作。此时的绿发男微微一笑，势在必得，因为他拥有一件签术装备，他对自己的签术也十分自信。然而下一秒，咚的一声，2号举报6号成功，6号玩家凉凉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你面色一紧。1号刀疤男也是骇然不已，自己都还没看清6号的动作，2号居然就已经举报成功。他意识到这人的签术实力远在自己之上。你们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出签。2号说完不屑地看了你一眼。这时庄家换到了刀疤男，他发牌的速度不如以往迅捷。他知道2号一直在盯着自己，所以自然是不敢现在出签。发牌结束后，庄家一张暗牌，一张6，2号是一张8和4，他直接加倍来了一张7，加起来19。刀疤男深吸一口气，觉得不能坐以待毙，于是他打算放手一搏用签术，可没想到你和4号都不再要牌。要知道签术在不碰牌的情况是发挥不出来的，所以刀疤男只能缓缓揭开自己的暗牌，是一张勾，加起来16点，还要继续抽。刀疤男手抖着给自己发了一张牌，是红心圈，26点爆牌。1号玩家失去所有筹码，凉凉。庄家交换，一时间场上只剩下3人。你和4号都知道西装男是签术最高的人，他出签你们没法看出来，而你自己出签的话却很大可能被抓爆。如此一来便陷入了僵局，怎么都不敢下注了。2号看着2个任人宰割的小肥羊有巨大的满足感，这局游戏对他而言已然是拿下了。然而就在他得意洋洋之时，你却突然将面前那76枚筹码全部推倒，亏了，我 all in。参加过恶魔游戏的都知道，游戏一旦开始了便无法停下，甚至可能会随时失去性命。而你好不容易从第一场游戏存活了下来，却没想到2天后又要参加第2场，还在这场21点对局中遇到了出签高手。不过你根本不把他当回事，还敢直接将筹码全部推倒，我 all in。另外2人闻言都愣住了，他们并不知道你已经决定要使用御无双，而你在4号下注后就开启了技能。西装男信心满满的发了牌，你自然看不出他做了什么手脚，你只知道这轮自己赢定了。果然在西装男抽第3张牌时，他爆牌了，这怎么可能？22点爆牌，不可能！西装男回忆着自己的操作，突然一愣，难道不小心多翻了一张牌？此时的你感应到御无双的流动还在继续，如今你的筹码从76枚变为152枚，只需要一把你就能解决掉它。下一轮开始，你再次将筹码全部推翻。发牌结束后，你和4号都选择跳过，而2号拿到了一张8，一张7。他心里清楚，下一张牌绝对是5点，自己将会来到20点赢下这局游戏。结果他给自己再抽了一张牌后彻底傻眼了，居然是一张 K。2号玩家失去所有筹码，凉凉。庄家交换，西装男很快就消失在了场内。贵妇瞳孔顿时骤缩，只能木讷地将手放在举报按钮上。此时的你虽然御无双气浪已然用尽，但对方的心态已经彻底崩溃。不出所料，在你切牌的速度越来越快时，你听到了你想听到的声音。4号玩家举报3号玩家失败，向被举报方支付筹码30枚。贵妇终究没顶住压力，而最后你强推着筹码，以牌面一张 K 一张尖，赢下了最后一把决胜局。恭喜玩家苏毅完成第2场恶魔游戏，评分 S 级。你先是点开了刚获得的职业卡，这是一张5行灵师的职业卡。在灵能者论坛里根本没得卖，被官方门派所管控，有价无市，起码价值5000万。随后你查看着物品栏，直接装备了御风靴，开启阵法后1分钟内速度增加 50%， 冷却时间1小时，可隐藏外观。紧接着你又将传送罗盘拿了出来，这道具能单向传送至5公里任意范围内，不过需引导10秒钟，还不能被打断。看完装备后，你回到了现实，时间仅仅过去了1个小时。你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，发现下一次恶魔游戏倒计时还有5天，你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后拿出了精灵师的职业卡选择使用。精灵师职业卡已成功转化为欺诈师专属职业卡，欺诈精灵师。你听到提示后，迫不及待查看自己的职业技能，一阶精灵师，欺诈精灵师技能，庚金之躯和庚金玉器。看完介绍，你立马将欺诈精灵师开启，成为了自己的欺诈职业。你第一次感受到了体内源源不断的能量，你摸了摸自己的手臂，发现竟如同钢铁一般坚硬。然后你又试了试庚金玉器，拿在手里的水果刀瞬间冒出一阵金光，你能感觉到这把刀能削铁断钢。精灵师一阶竟然就能有如此战斗力，不愧是官方灵能者的5大职业。你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850万已经到账。你决定把这1000万都花在御无双的充能上。这次游戏实际上惊险异常，要不是自己有金手指，基本上只能等输。这1000万已经有了投资目标，你安家的想法也只能搁置。于是你又在酒店续订了10天。你坐下后开始整理思绪，你觉得之前陈思韵提议自己加入官方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既可以拿到额外资源，又不会被限制自由，只不过需要替所在的小队区域铲除不干净的东西。而你刚加入这个游戏又深陷诅咒，加入官方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和消息，这必然是最好的选择。你做出决定后，给陈思韵发去了消息。很快时间来到第2天，在看论坛的你突然听见了敲门声，你从猫眼看去，发现是2个年轻女人，大概是官方的人来了。我叫张宁，是宁城东宁区灵能者小队的队长，4阶灵能者。我叫小黎，是东宁区灵能者小队队员，3阶灵能者。
二人一坐下就直奔主题，将恶魔游戏和灵能者、官方和邪恶组织简短的叙述清楚，并且邀请你加入他们的小队，而你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你在签好合同后说出了自己的问题，是这样的，我好像中了诅咒，能帮个忙解除一下不？两个女生闻言都是一脸疑惑，你见状热情洋溢的脸顿时凉了一半。果然下一秒就听到张宁说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不过他会向上头申请关于诅咒的资料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恭喜你入职，薪水1个月1万，执行任务会有额外的奖金。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如果是强力职业，你得到的资源会更多。你闻言思索了一番后，小心翼翼地问：话说官方可以验证职业吗？为什么需要验证？你能不能使用该职业技能就是最好的验证。你听了这句话才缓缓开口：可可，我的职业是精灵师。两个女生立马瞪大了双眼，你直接开启了更金之躯，拍了拍自己胳膊。二人在听到金属敲击声后直接呆住，你居然一接就觉醒了这么强的技能。而你听到觉醒2字才意识到，原来技能并不是本来就会有的。你思考片刻，又把自己另一个技能更金玉器告诉了他们更加震惊了。在一阶就拥有2个强大稀有技能的人几乎寥寥无几。很快二人把你的事情上报给了上面的人。张宁在得知你4天后要进行下一场游戏时，他给了你一个金黄色的宝石项链，因为官方资源得1周才能发下来，这个项链在必要时可以给予你一点保护。刚好这时2位女生接到了紧急任务，她们跟你交换了电话号码后就离开了。你看着手中项链的介绍，是一件保命道具。这时你收到了小黎给你发的文件，都是一些关于恶魔游戏和灵能者的资料，于是你立马就开启了学习模式。很快4天的时间转瞬即逝，熟悉的虚幻感袭来。欢迎来到恶魔游戏，想获得超凡的力量吗？想获得惊人的财富吗？那么请赢得恶魔游戏，活下去吧。本次游戏名为失忆的我与杀人魔，单人游戏副本，胜利条件请注意你的日记本，活下来，赢得与杀人魔的斗争。游戏失败，凉凉。居然又是抹杀类！你打量着眼前的房间，然后在茶几上看到了一本鲜红的笔记本。就在你打开第1页后，就感受到了这场游戏的压力。请打起精神，翻开下一页。你按照上面的字继续翻阅。最近1年，我得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最慢24小时，最快每隔2个小时，我就将失去这段时间的记忆。对了，请务必将这一切保密，不然我将无法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。1. 重要的事一定要记录在日记本里。2. 最后1页将会告诉你当前的状况。3. 日记本前10页的内容最为重要。4. 日记本用完后记得抄下前10页内容到新本子上。5. 日记本绝对不能被别人看到。下一页的内容，请务必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看到这句话，手指顿时紧了紧，随后缓缓翻开了下一页，结果就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你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女朋友亲热，下一秒却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妹子是谁，只因你患上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就会突然消失，可你却意外被神秘杀人魔盯上。在面临着随时失忆的同时，你必须找出杀人魔到底是谁，而这正是你进入到恶魔游戏的第3个副本。你刚进游戏就看到一本鲜红的日记本，在翻看了几页后，你得知日记本记录着自己的记忆，是为了让失忆后的自己能迅速了解当下情况。然而你在看到这一页后，顿时毛骨悚然，你正在和杀人魔斗争，一个无时无刻都需要担心自己是否失忆的人，还要对抗杀人魔。你抱着紧张且怀疑的心态继续翻阅，这是真实的，记得看一看最近的新闻，你就将知道在我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杀人魔 X 是一个男人，就在我们学校。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了他的行凶，紫色的 T 恤，黑色的牛仔裤，长脸，小眼睛，他可能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。只可惜我手机质量太差，拍下的照片过于模糊，根本看不清。不要忘记他的脸，很可惜，因为我的病，哪怕我这么想也没有用。记得碰到这个特征的人，一定要拍下照片，他可能已经盯上我了。这是一场持久的战斗，记住，看新闻，找到他，将他绳之以法。笔记本到此为止只有7页，后面全是空白，看样子像是刚抄到新本子上。而对于写下的笔记内容，毫无疑问就是你在现实中的笔记。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你被吓了一激灵，赶紧调整呼吸，慢慢来到了门边。通过猫眼，你发现外面居然没有人。现在是傍晚6点多，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在杀人魔的背景下，加上这个荒诞的敲门声，显得异常诡异。你又在门前等了一阵，直到10分钟后确定没人再次敲门，才缓缓回到沙发，再次拿起日记本。你思索了一下，开始往笔记本写着什么，随后来到了电脑前，搜索了最近的新闻：连环杀人魔 X 再现合成大学，恶性杀人案件已是第16起。帽子叔叔追踪未有线索，你花了20分钟收揽了杀人魔的所有信息。杀人魔从去年2022年9月开始作案，距离今年已经过了8个月，在同一个城市总共杀害人数16人，平均1个月杀2个人。他会在每一具尸体上都刻下了 X 的伤痕，所以帽子命名他的代号为 X。受害人暂时没看出有什么共同点，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都住在合成。可怕的是，如此高频率的作案，帽子居然没有任何的发现。杀人魔在每次的杀人现场就仿佛凭空出现，又凭空消失，除了那个 X 的伤痕，没有留下一丝可寻的犯罪痕迹。这是人能办到的吗？你消化了一下后，将这些新闻整合成了简短的话语，填进了日记本的第8页。这时你在房间内四处转悠，最后来到了书架前。自己之前的日记呢？为什么这本日记里完全没有提到？随后你打开了手机，发现聊天软件的人自己一个都不认识，甚至聊天记录全没了，除了备注根本没法分辨谁是谁。而此时外面天已经完全黑了，你在等待失忆的来临，也在想万一日记不是自己的，那是不是就不会失忆？
然而想着想着，突然一股困意袭来，你摸索到床边，躺在上面昏昏睡去。等到再次醒来，天已经蒙蒙亮，是早上7点。你看到了手上的笔记本，打开之后开始阅读，然后又重新了解了现在的状况。这就是失忆吗？你内心警兆大起。这个游戏要是这样一直剥夺自己的记忆，那也太危险了。这次的游戏难度很高，你打量着自己加入笔记本的话，老朋友，我是天外来客，这是我来的第一天。下一页的内容，请务必做好心理准备。老朋友，请管理好表情，防止被别人发现你的异常。老朋友备注法是你独特的备注方式，而老朋友指的是你以前养的大黄狗。你小时候很喜欢讲故事给大黄狗听，所以在大黄狗去世后就用了这个备注法予以纪念，这也是你独特的记忆。你知道这样的方式书写文字的，一定就是进入游戏的自己写下的。日记本里提到自己是合成大学大2的美术系学生，父母5年前双亡，留下了一笔保险金让自己生活至今，而自己租的这个房子离大学非常近。迅速的了解情况之后，你不打算再坐以待毙，决定先去正常上学。既然杀人魔可能盯上了你，而且你有他的外貌描述，那么就表示在日常生活中你有机会碰见他。你看了一下日记本里的课表，下午有雕塑课，你看时间还早，便打算先把家里换个门锁。既然来了这里，就必须要先保障自己的安全。昨晚自己似乎睡得很沉，要是有人进来，简直是任人拿捏。锁很快就换好了，而你在这期间突然再次失忆，当时只感觉头晕目眩，一睁眼甚至连自己在哪要干嘛都忘了。翻阅完日记后，你在学校边上吃了碗牛肉面，就开始进入校园闲逛。你只是隐隐约约知道自己准备去的教室在哪，不一会便来到了一栋充满艺术气息的教学楼。看样子这就是美术系的教学楼了。你在日记本上记了一笔，并画了一张小小的路线图。你来到1楼看了看教室示意图，雕塑教室在5楼。你来到了5楼后，却发现雕塑教室居然有3间。现在应该去哪个教室？日记里只告诉了自己是美术2班的学生。就在你踌躇不前时，一道温婉的声音在你身后响起：苏毅，你怎么愣在门口呢？你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女朋友亲热，下一秒却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妹子是谁，只因你患上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就会突然消失，可你却意外被神秘杀人魔盯上。你只能将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记录在日记本上，在每一次失忆过后，凭借着拼凑日记上的记忆碎片来找到杀人魔。今天是你进到恶魔游戏第3个副本的第2天，在得知杀人魔很有可能是合成大学的学生后，你决定先正常上学看看能不能碰到他。可来到学校后，你有些迷茫，因为日记上并没有说你的教室在哪。就在你不知所措时，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苏毅，你怎么愣在门口呢？你转头就看见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，听着她的话，你不但觉得很亲切，甚至对她非常有好感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难道这是原主喜欢的人？只见少女笑着指了指你空空如也的手：你忘了今天要带上个礼拜的泥塑作业了吗？出来太极给忘了。你回答的同时，脚步随着这个女生进入了面前的教室。你注意到女生找了个很空的位置坐下，但是你担心自己说多错多，所以打算先远离她观察一下情况。可下一秒你被她叫住：干嘛呀，苏毅？这里啊。你顿了顿，赶紧往这个女生身旁一坐。我光顾着看手机了，看样子她和我的关系还不错。下一秒，她从袋子里拿出了2座栩栩如生的泥塑。眼尖的你看到公主泥塑下面有一个作者名牌，上面标注着苏雨然3个字，而另外一个下面标注着苏毅2字。这个是我帮你做的。你接过泥塑向她道谢，她还帮我做作业，这难不成是我女朋友？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做作业。你试探着回应道：这不是有你在吗？苏雨然闻言顿时脸红起来，以后我可不会帮你再做了，可费功夫了。看来真是女朋友，但有这么漂亮的女友，居然不在日记本里记录一下，这不太对劲吧？于是你再次开口试探：周末有空吗？你是要邀请我去周末的古代西方艺术展会吗？苏雨然闻言显得有些喜悦，你为了能更了解自己身边人的情况，便跟他约好了周6一起去看展。不一会，雕塑课开始了。苏雨然上课期间一直在记笔记，而你也趁机在日记本里写下了自己与苏雨然的关系以及周6的约定。下课后，你表示自己有事，跟苏雨然道了别。经过你的试探，已经获取了一些苏雨然的信息，他是本地人，但却是住校生，2人切切实实就是情侣关系。可就算是这么可爱的女朋友，你也绝对不会掉以轻心。而你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找出杀人魔，因为今天上课途中你又在失忆了一次。如果你真被杀人魔盯上了，敌在暗你在明，根本没有良好的解决手段，所以必须要先把杀人魔找出来。你收回思绪，走在校园里的林荫小道，突然有些怀念以前的时光。可就在你看到前方的男人后，顿时心神一震，长脸小眼睛，是杀人魔，一定是他没错了。这2个特征简直是完美诠释了这个男人。你赶紧装作若无其事地舒展了一下身体，随后拿出早就调好静音的手机，假装打字，悄悄拍了2张照片。虽然都是模糊的正面，但已经足够了。你外表看似淡定，实则精神紧绷，已经准备好随时开启庚金之躯和御风灵阵。好在在经过对方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。虽然你已经有了他的照片，可没有实质证据是没法报警的，所以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找机会录下犯罪现场。但是如果自己杀了他呢？是不是也算满足了胜利条件？你边思考边走到一个公园，坐在长椅上，你得赶紧将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，万一突然失忆就完了。写完后你长舒了一口气，而接下来这1周你除了上课，
一直都在打探杀人魔的底细。最近这几日的时间你如坐针毡，之前的游戏仅只是几个小时，现在居然在游戏里一待就是4天。可每一次只要见到苏雨然，都能让你除去这些紧张感。你本人自然不会有这种潜意识，大概是来自游戏本体的意识。而最近对于打探杀人魔最有效的情报，就是和一个认识的朋友打听到一个电脑高手，为此你还支付了5000元，假意是买学姐学妹的人员信息，实际目的是找到那个杀人魔的信息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周六，你起床后阅读了日记本里的内容。今天不仅与苏雨然约了去看艺术展，也是那位电脑高手约定传信息的日子，但你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日子过得也太舒坦了。根据日记本所说，这已经是你来到副本的第5天了。除了那些新闻，杀人魔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你的世界里。你整理了一下思绪，便出了门。来到博物馆时，苏雨然已经站在门口了。一见到他，你心情都变好了不少。你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好感越来越强烈，内心好感越大，你就越是警惕。你可没忘记这里是游戏副本。苏雨然看你低着头想事情，忍不住皱眉：怎么闷闷不乐的？你是不想看艺术展啊？不是，我只是在考虑中午我们去吃什么。要不去你家吧，我来做顿大餐。你眼神一凝，家里可不能让人随意进出，哪怕是面前这个女朋友。我刚才在犹豫，附近有一家西餐厅和日料都不错，我在考虑去哪一家。不然吃日料吧，我带你去一家我喜欢的日料店，这下可以专心看展了吧？你点点头，适当的迎合着他。接下来你们在里面逛了1个小时，逛得有些累，便在休息区坐下了。苏雨然起身要去买饮料，而你突然感到一阵头晕，再次睁开眼时，只感觉自己离这个世界好远。我在哪？我在干嘛？你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女朋友亲热，下一秒却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妹子是谁。只因你患上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就会突然消失，可你却意外被神秘杀人魔盯上。你只能将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记录在日记本上，在每一次失忆过后，凭借着拼凑日记上的记忆碎片来找到杀人魔。今天是你进到恶魔游戏第3个副本的第5天，你原本在跟女朋友逛艺术展，然而就在女朋友去买饮料时，你再次突然失忆。我在哪？我在干嘛？你环顾四周，试图寻找答案。在低头时看到自己手上有个包，拉开拉链后，在里面发现了一本红色笔记本。你耐心地翻看着每一页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这时苏雨然拿着2杯奶茶回来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回想起一个知识点，所以翻翻看。走吧，去看你喜欢的阿波罗和达芙妮雕像。苏雨然晃着小脑袋，一脸开心，而你的心却沉了下来，因为就在刚刚，这个游戏副本终于第一次对你露出了獠牙。之前的失忆你都还记得自己是正在游戏副本里，只会忘记在游戏里发生过的事。可刚才你在看日记之前，竟然完全不记得自己参加恶魔游戏的事。还好你早就在笔记本封面画了一个小恶魔标记，看到标记后才慢慢回忆起来，这个游戏居然开始啃食自己现实当中的记忆。接下来你都得在笔记本里暗藏一些恶魔游戏的事情，万一自己丢失了恶魔游戏和现实的记忆，不就直接成了这个副本里的原住民了吗？这一切太恐怖了，必须得加速了。逛完艺术展后，苏雨然对着你甜甜一笑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那家好吃的日料。你看着苏雨然的笑容，心里一暖，甚至产生了留在这里也挺好的想法。你心里陡然一惊，瞬间后背发凉。你必须赶紧退场，我先去一趟卫生间。来到厕所后，你拿出手机下单了许多昂贵的首饰寄到苏雨然宿舍，然后拿出日记本开始记录。老朋友苏雨然表面很好相处，其实性格很差劲，天天缠着我买着买呢。我看他只是拿我当成了提款机。老朋友千万别沉溺于温柔乡，这一切都是表象。苏雨然是个坏女人。你准备通过篡改自己的记忆，看看自己内心会不会随着日记本的记录而改变。就在你走出卫生间后，你感觉到有人注视着自己，可四处看了看又什么都没有。日记里提到过，这个感觉已经不是今天第一次出现了。没有发现异常的你只能回到苏雨然身边，随后一起到了日料店。趁苏雨然点菜的时间，你偷摸着用手机备忘录记录着一些事情。与此同时，你收到了来自电脑黑客的一封邮件，下载了文件后，里面大1到大4的信息全都有。你迫不及待想回去仔细查看一番。午饭过后，苏雨然让你送他回学校。在走到校园林间小道时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你的视野中，紫色的 T 恤，黑色牛仔裤，长脸，小眼睛，今天连衣服都对上了。8、9不离十，他就是杀人魔。你强装镇定，继续跟苏雨然聊着天，但手臂的僵硬还是被苏雨然察觉到。你怎么了？刚好这时长脸男经过了你们身旁，你跟他对视了一眼，他没有表情，目光阴了。你赶紧自然地移开了目光，看向苏雨然。没事，就是逛了一天有点累。而你用余光看见长脸男继续往前走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还好他并没有过多关注自己。随后你故意放慢脚步，想看看杀人魔到底要去哪里。等你将苏雨然送回宿舍后，马上又赶到了图书馆，因为你刚刚看见杀人魔进去了。在进去之前，你拿出了日记本，快速地记下了一些东西，生怕自己突然又失忆。然而你进去来来回回逛了几圈都没见到人影，估计是已经走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你走进了其中一个阅览室，打开手机后开始翻阅起了在校学生的信息记录。经过一番查找，你终于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，音乐系3班骆古飞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鸣笛声传来，阅览室开始逐渐嘈杂起来。怎么回事啊？是 X， 是杀人魔 X 又犯案了。据说每个现场都邪门得很，除了死者和家人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人接近，这都已经是第17起了。听说今天的案发地是合成博物馆，你内心顿时涌起了不好的预感。骆古飞今天也在合成博物馆，那今天总感觉有人看自己，难道就是骆古飞？是被他发现了吗？然而还不等你细想，
你就接到了苏雨然的电话。苏毅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今天我们去的博物馆有人死了，又是杀人魔 X。苏雨然的语气明显有些抖，你感受到了苏雨然的害怕，内心不禁对洛谷飞的仇视重了几分。又来了，这种感觉，自己这本体到底是有多喜欢苏雨然？看样子自己真是什么都以苏雨然为中心。可为什么日记本里一开始偏偏没提到他呢？你哄了哄苏雨然后挂掉了电话，现在杀人魔很有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，甚至今天还在盯着自己的同事当场犯案。可他既然知道了我在调查他，又为什么不干掉我呢？你回忆起刚才学生在讨论时说的话，没有任何外人的杀人现场，很有可能这个杀人魔掌握了某种超能力，比如瞬移或者隔空杀人之类。毕竟这是开放级的恶魔游戏，就算杀人魔有特殊能力也很合理。你立马将自己的猜想写在了日记本里，杀人魔可能拥有瞬移以及隔空杀人的能力。写着写着，你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合成帽子局，请问是苏毅先生吗？你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女朋友亲热，下一秒却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妹子是谁，只因你患上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就会突然消失。可你却被一个神秘杀人魔盯上。今天是你来到这个副本的第5天，你意外得知合成再次发生了杀人魔嘎人事件，而地点正是你今天去过的博物馆。在你得知此事的同时，竟接到了帽子局的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合成帽子局，请问是苏毅先生吗？对，是我，这边需要请你配合调查一下。你现在是在合成大学对吗？是的，我在，我们现在派人来接你，合成大学门口见。你闻言谨慎起来，万一是团伙作案，有人假扮帽子，那自己上了他的车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于是你开口道，我能自己过去吗？合成帽子局那边换成了一道中年男人的声音，可以，我们现在在合成博物馆，我们会在门口等你，麻烦尽快，谢谢配合。挂断电话后，你一头雾水，有些不解为什么需要自己配合调查。你又在日记记了几笔，随即打车前往博物馆。到了之后，2位帽子迎了上来。苏毅是吧？我是刘红，这位是周义清周警官。2位警官好，我就是苏毅。你好像不太惊讶，一般被叫来配合调查的人总会有些受惊和紧张，可我看不出你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就像是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怎么样，说辞都已经准备好了？你闻言依旧镇定自若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不太懂你在说些什么。如果是配合调查的话，我们可以开始了。行，进去说吧。你们来到了博物馆内的休息区，也是你和苏雨然上午休息的地方。说说吧，从你落座之后都干了什么？你回忆了一下道，在这里坐下之后，女朋友就去买喝的，然后我突然有点头晕，可能是有些低血糖。休息一会之后，我突然回忆起来，看展的时候想到一个问题需要解决，所以就看一下上课用的笔记本。后面女朋友回来了，我就去了一趟卫生间，之后就离开博物馆去吃饭了。刘红和周义清听了你的话，神色微变。你最后去的那趟卫生间，在里面做了什么？你笑了笑，自然对答。去卫生间还能干嘛？你最后去卫生间的时间是11点18分，而最后出来的时间是11点35分。你在里面待了17分钟，而死者的死亡地点正是你去的 A 区卫生间隔间里。你有些惊讶，2位也一直观察着你的表情，发现尸体的时间是下午的13点20分。我们推断死者死亡的时间就是2小时前11点20分左右。这个时间段包括前后的10分钟内，只有你和死者去过卫生间。说，详细的描述你在里面做了什么。你闻言并没有因此而惊慌。我想你们既然没有逮捕我，那么一定是没有证据，甚至把我当作嫌疑人，你们也做不到。再说了，我在里面的17分钟什么都没做，不能因为我刚好在他死亡时间去了趟厕所，就说是我干的吧？你话音落下，双方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半晌后，刘红开口：“你说的对，我们手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怀疑你。”刘警官，你一直在通过模糊的问题分析我的回答和表情，到现在还在步步紧逼。可我能告诉你的是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看2位警官都不说话，便继续道：“其实你也并不认为我是凶手，对吗？”我承认，先前我确实不认为你是凶手，但现在我可能要改变我的想法了。你觉得 X 在前16次犯案都没露出一点马脚，这次会直接在现场被抓包吗？这种可能性很小。首先，这次未必是 X 作案。其次，杀人魔的心思没人能懂，或许是想和我们帽子碰一碰，而他现在也可能的确正在这么做。你说呢？面对刘红的话，你一笑置之。此时你脑海里在思索着洛谷飞，既然有机会接触到帽子，那么是不是该把自己得到的情报共享一下？你现在不知道赢得与杀人魔的斗争具体是哪一层含义，但日记本里写的是将杀人魔绳之以法，现在优先级是让杀人魔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或者是让他死于帽子之手。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？你思索了一会，回应道：“如果你们知道了杀人魔是谁，你们会打草惊蛇，直接把他叫来问话吗？”我想应该不会，所以说你们把我叫过来，只是想获得我这边的线索罢了。我在卫生间什么都没看到，也不知道死者在哪里，也没有听到什么特殊的动静。刘红笑了，你很聪明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本来没有把你当凶手，现在你在我这嫌疑倒是挺大的。那如果我说我知道 X 是谁呢？刘红身子突然一怔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你什么都没发现吗？我在今天确实是什么也没发现，但是我之前看到过杀人魔行凶，就在1个月前的合成大学第16起案件。你翻出了一张照片给他们看，照片里隐隐约约有一个男人，根本看不清全貌。那天晚上我路过看到了他行凶，拿着刀然后跑掉了。照片上并没有你说的刀和行凶，而且这张照片甚至连背景都模糊不堪，技术人员也复原不了这张照片。因为晚上的关系，我手机拍出来的照片实在是像素太差，但是我亲眼目睹并记住了他的相貌。这时刘红疑惑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报案？我没有任何证据，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X 的手段神神鬼鬼，我要是报案，我怕我沦为下一个牺牲者。”刘红不可置否的点点头，
随后你又找出另一张照片，这是通过朋友拿到了合成大学在校大学生的信息资料，最后查到他是音乐系3班的学生，叫骆古飞。另外我今天一直觉得被人盯着，我建议现在立马调取监控，查一查骆古飞到底是不是在现场。刘红立马让周逸清加你好友，你把照片传给周警官，我现在亲自去查监控，你在这等我回来。你点点头应下。现在当务之急的就是写日记，等2人走了又有2名帽子站在你附近，你也顾不上那2个人有没有注意到你的举动。随后简短的在日记里讲述了近况。20分钟后，刘红和周逸清回来了。今天骆古飞确实来了博物馆，而且的确有跟踪你的可能性，但实际行为只是看展，其他事情一概没做，甚至连去卫生间都没去过。你听了刘红的话，心里一沉，果然骆古飞有特殊能力，但这根本没法向面前的人解释。很抱歉，我只是陈述我所知道的事实，你说的我们会留意，但你的嫌疑也并没有洗清，所以我们决定派周逸清跟着你，直到下一次 X 作案，就能还你一部分清白。而且你说杀人魔盯上了你，那我们的人可以保护你，相信你没有理由拒绝。我们已经在合成大学附近订了酒店，你只得点点头，毕竟你没有反对的余地，更何况有帽子跟着确实更安全。对了，今天下午大概1点多，骆古飞去了图书馆，我送完女友想去图书馆找他，可是他已经离开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去图书馆的监控观察一下他去干嘛了，还有他在学校的动向。这件事就由你陪周警官一起去办吧。至于骆古飞那边，我们会找人暗中盯梢。说完后，刘红招呼周逸清走到一边说悄悄话。这次任务风险很大，无论苏毅是不是 X， 他都是这次风暴中心的人。然而他们的对话全都落入了你耳中。自从你进阶成了1阶灵能者，再加上食用了强化果实，听力得到了长足的增长。刘队，我一定会拆穿苏毅的真面目。这人3番2次撒谎，甚至还要骗我们看到了 X 的行凶现场，指认骆古飞。你听到这里开始思考起来，我一直在说谎。之前我叙述休息区的事情时，他们的表情就不对劲，难道是自己失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这时刘红和周逸清结束了谈话，你坐着周逸清的车来到了合成大学的保安室。周逸清正寻找今天下午骆古飞进图书馆的时间点，你还认为我是 X？ 而周逸清闻言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不值得信任。既然你认为我是杀人魔，那你还要跟着我和杀人魔待在一起，不害怕吗？你应该想想怎么好好保护我，到时候亲手证明我的清白。周逸清冷哼一声，不再多言。此时画面也终于来到了今天下午13点18分。这时骆古飞进了图书馆，就往1楼的厕所里去，直到画面出现了你，骆古飞还是没有从卫生间出来，怪不得找不到他，原来在卫生间待着呢。可为什么恰好又是卫生间？会和死者有关吗？没记错的话，死者尸体的发现时间正好是1点20分，这2者或许真和骆古飞的特殊能力有关也说不定。你下意识开口，死者的发现尸体的时间好像就是1点20。你想让周逸清往这方向考虑一下，可下一秒他却瞪了你一眼。所以呢，死亡地点不是同一个空间，死亡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，怎么能联系到一块？你被噎住有些无奈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，X 会某种超能力，所以才会导致你们屡次破案失败？周逸清嗤笑一声，显然是不相信你说的话，直接不搭理你。不过你早就料到他不会信了。此时画面中的骆古飞像是知道你进入了图书馆，在你寻找他期间，居然一直都跟在你身后，你顿时觉得后背发凉，这家伙竟然一直在后面盯着我。你看，这还不是 X？ 我都说我撞见他行凶了，你可得保护好我，这还不能证明他跟踪你。而且你要记住，现在是你正准备跟踪他，你无法反驳。确实骆古飞并没有明显的跟踪迹象，但他今天跟自己一样出现在博物馆，这就有点过于巧合了吧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看到了瘆人的一幕。喂，你看这里，这要是还说他没跟踪我的话，那就多少带点个人恩怨了。画面中的你在书架游荡，而骆古飞正在书架的一角一直盯着你，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。你解读出了他的唇语：杀，他杀心这么重吗？你明明上一秒还在跟女朋友亲热，下一秒却不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妹子是谁，只因你患上了短暂间歇性失忆症，每隔一段时间记忆就会突然消失。可你却被一个神秘杀人魔盯上，想要从这次的游戏副本存活下来，就必须得赢得与杀人魔的斗争。于是你开始调查杀人魔，想将他绳之以法，然而却在一次查监控时发现自己在跟踪杀人魔时竟然反被他跟踪了。他一直盯着自己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你通过唇语解读出他似乎一直在说杀这个字。X 也太恐怖了。此时一旁的周逸清脸色大变，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。他立马打电话回局里汇报了情况。与此同时，你接到了苏雨然的电话。苏毅有帽子上门来询问我情况了，还问了我很多关于你的事情。别害怕，我也接受了审问。没想到我去卫生间的时间刚好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撞上。苏雨然有些懊悔，早知道今天就不去看展了。你马上认同了他的说法。是啊，我现在还在被调查呢，嫌疑还挺大。你心里很想跟苏雨然撇清关系，最好是经过这件事之后不要再来找自己，但没想到他却率先安慰起了你。你别放心上，今晚睡个好觉，马上就忘了。呵呵，自己还真是睡个好觉马上就得忘记。明天我来找你吧，得好好慰问一下你。苏毅先生，你听了他的话后心跳加速，但又立马清醒过来拒绝他的邀约。不用，我明天还要接受调查，你也别多想，好好睡一觉。自己现在能躲苏雨然一天是一天。挂了电话后，你和周逸清一同来到了酒店办理入住。在进房间之前，周逸清警告地看了你一眼，别搞什么小动作。说完，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上。而你进到房间后，争分夺秒地写着日记，又在房间内留下了不少暗示，提醒失忆后的自己看日记本。随后，你拆下了小沙发上的2根平衡铁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做好一切后，你开始梳理今天的事情。刘红他们3番2次说自己撒谎，
但你知道博物馆内有监控，自然是实话实说，那只能说明是自己在失忆的时候做了什么。可你对此毫无印象，难不成自己连续失忆了2次？然而就在你思索间，突然一股困意来袭，下一秒就直接沉沉睡去。等你醒来时，你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失忆。你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还是半夜2点。还不等你搞清楚状况，你就听见了砸门的声音。你瞬间睡意全无，拿起铁杆就走到窗户边，准备随时从窗口逃出去。你还特意等了5、6秒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周逸清不可能听不见。如此想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 X 的特殊能力。所以你不再考虑，直接开启更金玉器，手里的铁杆顿时冒出了金光。你利用铁杆插进墙壁，一点点往下攀岩，然后迅速拉上窗帘，留了一条缝。你要看看破门而入的到底是不是骆骨飞。下一秒，房门被砸得4分5裂，你终于看到了手持消防斧的男人。果然是他。此时骆骨飞提着斧头一步步走到你的床边，你立马利用铁杆下了好几层，但铁杆刺入墙壁的声音很快就引起了骆骨飞的注意。你瞬间开启更金之躯，直接在3楼往下跳，私家车瞬间凹陷，而你没有任何损伤。你赶紧收起运转的能力，不浪费1分1毫的更金之力。此时骆骨飞从窗户探出头看到了你，你二话不说直接往最近的帽子区跑。然而在你经过酒店大门时，却发现四周寂静无人，前台也一个人都没有。当你准备踏入公路上时，突然被一股阻力推了回来。你往另一个方向试了一下，却依旧如此，仿佛面前有一堵空气墙。回头看去，骆骨飞已经消失在了窗口。你大脑飞速运转后，赶紧回了酒店。骆骨飞既然没有跳下来，很有可能说明他的身体素质没有强悍到离谱，而现在自己也只能利用更金玉器来攀岩，暂时跟 X 兜圈子躲猫猫，后面再想办法逃离。你赶紧爬上了3楼，破窗而入了其中一个房间。房间内没有人，你悄悄打开房门，朝楼梯口走去。看样子骆骨飞的异能就是创造一个单独的空间打人，确实这样杀完人不会留下一丝痕迹。但自己日记里写着看到他行凶的场面又是怎么回事？就在这时，2楼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。好在脚步声渐渐离你远去，但现在到底该如何离开这里呢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但不知道这个空间到底是真实存在的，还是类似梦境的空间。然而当你还在思考时，一道声音在头顶响起：“你是在躲我吗？”你正在被一个会瞬移的杀人魔追杀，并且你每一次躲到哪，他都能轻松找到你。可奇怪的是，他明明可以瞬移到你面前杀你，却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对你下手，似乎是故意让你陷入无限的恐惧中。而此时的你正躲在酒店的后楼梯，凭借超强听力一直注意着杀人魔的脚步声。在听见他的脚步声在下方楼层后，你松了口气，随后开始思考杀人魔到底为什么不直接杀掉自己。然而就在你思索间，你头顶却忽然响起了一道声音：“你是在躲我吗？什么鬼？他刚才不是还在2楼吗？”你来不及多想，直接把腿哐哐一顿跑。你跑回到了6楼自己的房间，从窗户处攀到了隔壁612。房间里果然没有周逸清的身影。你打量了一下四周，房间布局就像是还没有人入住过一样，这再一次印证了这酒店并不是现实的空间。此时你靠在窗口准备随时逃生。刚才骆骨飞的突然出现让你觉得奇怪，就凭自己现在的听力，怎么可能听不见他的脚步声靠近？可刚才自己竟然一点都没察觉到，骆骨飞很有可能会瞬移，又或者说这里的一切都由他所掌控。他若是能感知这个酒店内所有的地方，那自己无论藏到哪都没用。果然下一秒612的房门开始咔咔作响，门外还传来了骆骨飞的声音：“你在这儿啊！”你闻言立马翻窗下到了4楼。如今玉无双在这个情景貌似也派不上太大用场。你现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这里到底是哪？已知612房间看着没人入住过，崭新如初，但自己的房间内却有自己使用过的痕迹，这个矛盾之处显然不合理。难道这代表着这个酒店是根据自己记忆而来的？而且有一点让你觉得奇怪，杀人魔既然知道自己的位置，甚至还能瞬移，那他为什么不瞬移贴脸干掉我？还每次在自己躲在房间内时都要砸门，这是干嘛？拍电影吗？你不理解他这样的做法到底是为什么？就在这时，熟悉的巨响再次打断了你的思考。这次骆骨飞仅仅挥动了一下斧头，房间门就被砍出了一条大缝。你又一次翻身下窗，跟他玩起了猫鼠游戏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追逐躲藏，你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此时你的更精灵能已经剩下一半，好在你在这1个多小时的逃杀中，逐渐想明白了这个空间的概念。嘿嘿，抓到你了！骆骨飞站在门口看着你，而你却惬意地伸了个懒腰。来了呀，坐吧。怎么放弃了？这时你掏出手机对着他拍了几张照。我承认这局被你抓到了。骆骨飞没有理会你的行为，只是一直盯着你，仿佛要将你吃掉。累了就别挣扎了，你是我杀的人里面最好动的一个。说着他缓缓将斧头举起，而你看似不紧不慢，实则已经开启了更金之躯和更金玉器。你手上的水果刀冒着金光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玩捉人游戏总不能你老实当鬼。我老实当人吧，得换换。骆骨飞微微一愣，你趁机开启御风灵阵，欺身而上，用水果刀往他身上刺去。骆骨飞反应过来，立马用斧头横挡。本来他的斧头应该断裂，可现在却只留下了一个小豁口。现在你只能全凭速度和更金之躯和骆骨飞缠斗。更金之躯的势如钢铁，然而如此大力毫无防备的一拳，却只能让杀人魔后退了几步。你见状心想，果然如此，随后开始与他拉开距离。骆骨飞立马超前开跑，朝你砍去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开口：“你只不过是普通的大学生，凭什么速度这么快？”骆骨飞速度陡然一滞慢了下来。你见此情景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只不过是普通的大学生，力气凭什么这么大？”他的手突然一抖，差点没拿稳手里的斧头。你的力气和一开始的时候相比是越来越大了呀。
一开始你来砸我的门花了多少时间？到后来砸我门只需要1斧头，而且你看起来像会瞬移的样子，可你又为什么老是在门外砸门，而不是直接传到我面前杀我？因为你所有行为都只是为了让我恐惧，让我对你的设想更强大，这样你就会越强大。你就是从我的想象中获取力量的。至于为什么我的想象会给你力量，大概是因为这里根本就是以我为主导的想象空间，这些都是你通过跟他打斗分析出来的。只要你依靠想象，就可以把它还原成那个瘦弱的大学生洛古飞。你手里不过是一把普通的消防斧，他凭什么能抵挡住我无坚不摧的一击？下一秒，原本坚硬的消防斧断成了2截，在斧头落地的一瞬，洛古飞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后退起来。而你一抬手，斧头立即复原，飞到了你手中。你已经完全能控制自己的想象力来主导这个空间，手里的斧头也转化为一把巨大的镰刀。你该开始逃了。然而洛古飞却突然双手抱头，就像是在经历什么巨大的思想斗争。你站在一旁静静等待着。几秒后，洛古飞放下双手，从眼神能看出来，他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，表情变得非常惊恐，不停后退。杀人魔！你被一个杀人魔拉到了特殊空间追杀，可他上一秒明明还拿着斧头追杀你，下一秒却跪着求你不要杀他，还指着你说你是杀人魔。但你明明亲眼见过他行凶，他才是那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杀人魔突如其来的转变让你很不解，你抱着疑问一步步靠近他，而他一步步向后退。不要嘎我！你不是要干掉我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想嘎你。洛古飞说完后跑出了房门，你思索片刻，直接靠想象飘到他身后。你是在躲我吗？洛古飞瞬间身子一僵，不，别嘎我，我只是想跟着你找线索，真的没有想嘎你。说完他又开始跑，可你并没有着急去追，而是在思考他说的话。他跟着我找什么线索？此时洛古飞一路狂奔到酒店外，一直到公路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了回来，而你也已经来到了他面前。说吧，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只是想找到你嘎人的证据，然后报案。那天我只是刚好路过，真的不是故意看到你犯案的。你闻言瞬间皱起眉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你在合成大学嘎了那个女老师。合成大学女老师，那不就是第16起案件吗？可日记里写的明明是我看见她犯案了。你思索片刻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是不是跟着我去了博物馆看展？昨天下午还在图书馆跟着我。”对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你看着面前对自己求饶的杀人魔有些头疼，事情又变得复杂起来了。你不记得你也嘎过人吗？你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杀人魔。你说完拿出手机调出当晚的照片给他看，这是你吧？对，当时我看到你嘎人了，所以在逃跑。你略微思索后收起了架势，又拿出手机对着酒店打开摄像，可是只能看见满屏雪花，但拍照是没问题的。随后你意念一动，带着洛古飞回到了611，又变出原先洛古飞用的斧头递给他，来，拿着这斧头砍我。洛古飞惊恐地摇了摇头，但你还是将斧头塞在了他手里，来，拍照，眼神要凶狠，把头垂低一点，斧头举起来。你掏出手机边拍边指导他摆出杀人魔的动作。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，都说牵手广告特别多，注册又麻烦，我以为没人用呢，直到我同事用牵手脱单了，我去下了一个试了下，没想到里面985211的人是真多，无论是挑性格还是挑人长相，想找对象的人强烈推荐。行了，就这样。随后你心念一动，回到了原来的世界，没有失忆。你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，房门没坏，半夜2点，手机相册里也躺着在想象空间拍的照片。你立马起身在日记本上书写，合上日记本后，你赶紧来到了612房间门口，开门啊，杀人啦，快开门啊！没多久门就被周一清打开。老实点，这么晚了发什么疯？你直接打开相册，将手机递了过去。这是刚才洛古飞追杀我拍下的照片，你边瞎话也要有个限度吧？照片到底是什么时候拍的？我向来说的都是实话，这确实是刚才在这里拍的，只不过他追杀我的时候，整个酒店的人都消失了，包括你。我之前可从来没有来过这个酒店，更别说和杀人魔一起了。虽然周逸清不相信你的话，但还是拿出手机汇报了情况。随后刘洪边派人将你和周逸清送到了帽子局，具体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可你的说法过于离谱，实在很难让人信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想说这么离谱的事，但这是真实发生的，我只能实话实说。那些照片是我唯一的证据，我想阐述的事实结论就是洛古飞是杀人魔 X。今天他在酒店想杀我，就在这时有帽子进来递给刘洪一份资料，他翻阅了一下后忽然开口：洛古飞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被意外选中参加恶魔游戏，好不容易从前2个副本中存活下来，结果没多久后又进入了第3场游戏，接二连三的抹杀类副本让你身心疲惫，可游戏的难度越来越高，你不得不打起12万分精神去应对。今天是你来到第3个副本世界的第6天，刚才的你被杀人魔拉到想象空间里追杀，一开始你还不知道该怎么逃离，可经过一番缠斗，你发现这个空间是自己主导的，只要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而你从空间出来后，你立马选择报案，却在路口供时被告知在刚刚杀人魔死了。你听到这句话心中一惊，原本如果洛古飞真的是 X， 自己也许就通关了，现在不仅线索中断，自己的嫌疑还更大了。你只能冲着刘洪摇摇头，表示自己不知道洛古飞的事。下一秒刘洪却转而说道：技术科说你的照片是真实的，人的确是洛古飞，地点也确实在今天你所谓事发的酒店。经过验证，你俩之前确实没去过这酒店。我想问问你到底是如何在他追杀你的时候还有空拍照的？你闻言没有一丝慌张，没办法，取证心切，那个时候想到的就是把一切拍下来。
可惜那个地方没法录像。刘红沉默了一会，神色严肃：“事情太蹊跷了，跟 X 的连环杀人案一样蹊跷。”你立即回应：“这不就对了？这两件事本来就是一件事。或许你说的对，把人带进来吧。”下一秒，骆古飞被带了进来。你没想到刘红居然在炸自己，他没死，但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。是你救了他，要是没有你的通知，我们同事也不会及时到场救下他。让你过来也是想让你和他当面对质。此时骆古飞的精神状态看起来岌岌可危，从急救室下来后，他似乎就有点魔怔，无法正常交流。你跟他聊聊，看看他能不能清醒一些。刚才在酒店你要干掉我，你还记得吗？骆古飞好像听不懂话一般，但在瞄了你一眼后，突然金句交加：“我不是杀人魔，我没有杀人。”你心想，该不会是被自己让他扮演杀人魔，给他疯狂拍照给逼疯了吧？你只能摇摇头，示意刘红无法继续，先带他回去拘留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刘红交代完后，转头看向你。现在他这个状态也问不出来什么，我们也只能暂时相信你说的话。其实你这个人很神奇，之前这么多起 X 案件，我们都没有掌握丝毫线索，但你出现之后，不但让我们有了嫌疑人，还给我们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故事。你闻言嘴角一抽，别把我当成嫌疑人看待就行。你内心知道刘红虽然嘴上说信任，但最喜欢试探自己的就是他。我很好奇你的淡定和超脱到底是哪里来的？你只是回应了与生俱来4个字，随后内心暗暗道：要是你知道自己是在打游戏，而对面坐着的是 NPC， 你也会超脱。刘队，既然我对破案有一丝丝帮助，那么有没有可能给我看一下关于 X 所有案件的记录？周逸清率先拒绝：不可能，这些档案资料都是机密。可刘红却点点头说可以。周逸清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能不能先解释一下这个？手机里正是你昨天在博物馆休息区的画面。在苏雨然去买饮料后，你忽然扶着额头，过一会便去到了 A 区卫生间。几分钟后，你出来坐回到椅子上，没多久又再次捂住了额头，之后就拿出日记本，直到苏雨然回来。接着你又去了一趟 A 区卫生间，怎么回事？自己醒来怎么突兀的去上了一趟卫生间？失忆后应该是迷茫，什么都不清楚，然后通过暗示去看日记本才对啊！你无法想通，难不成自己有精神分裂或者双重人格？还是说这个世界原主的意识回来了？你被意外选中参加恶魔游戏，好不容易从前2个副本中存活下来，结果没多久后又进入了第3场游戏。可这次游戏的难度非常高，在这个副本中的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突然失忆，必须通过自己日记本上的话才能回忆起来所有事情。今天是你来到这个副本世界的第6天，通过一段监控视频，你发现自己居然连续失忆了2次，有一次自己根本毫不知情。难道是这个世界原主的意识回来了？这时刘红开口，所以说你去了2趟案发现场，但是上次却只说去了1次。对于这点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而你没有犹豫，直接表示自己可能是因为那天低血糖，所以印象没有这么深。周逸清一脸生气，显然不信你说的话。你真以为所有事情都能3番2次让你混过去吗？你知道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在拿命案开玩笑吗？如果说实话都被误认为是开玩笑的话，我无话可说，我可以立即改口，所有的一切都将无可奉告。首先我不是杀人魔，其次我积极配合，冒着被当成精神病的风险以实相告。我不想受到你明面上的怀疑和讥讽，你可以和刘队长一样背地里怀疑我，表面上给予我尊重。就在周逸清想继续出言反驳时，刘红及时打断：好了小周，说吧，他拿出 X 的档案递给你，希望你能打开我们的新方向。你抬头朝刘红望了一眼，不介意我写下来分析一下吧？刘红抬了抬手，示意你自己看着来。于是你大方的拿出日记本，开始写画画。很快1个多小时过去，你脑中忽然泛起一阵眩晕，这是失忆的前兆。你努力保持如常，将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。做完这一步后，你两眼一黑。刘红马上发现了你的异常，怎么了吗？我怎么在这？你刚想开口问，但目光开始对焦到了日记本上。老朋友，请相信我，可能饿了，头有些晕，请这样回答问你任何问题的人。而你也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句话，可能饿了，头有些晕。刘红走去门口招呼了一声，去拿点饼干来。接着请赶紧看这本日记的前10页，尽量不要与别人沟通，其余的等看完这本日记再说。你现在正在帽子局审讯室，因为杀人魔 X 事件被问询，你可以假装整理官员面前的档案。档案整理内容从日记本倒数第2页开始，你连头都没抬一下，直接翻开日记本第1页。老朋友，我是天外来客，这是我来的第1天。下一页的内容，请务必做好心理准备。老朋友，请管理好表情，防止被别人发现你的异常。这是我的日记本，我在和杀人魔做斗争期间，刘红递给你饼干的时候，被你用档案巧妙地挡住了日记本。嘿，老朋友，我是恶魔游戏的参选者，拥有技能面板的男人，杀人魔对我而言不在话下。这时刘红忽然开口，看的也挺久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你闻言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陷入沉思。现在必须得先了解日记本里的来龙去脉，才能和其余人搭话。而刘红一直在观察你，他总觉得你比起刚才，现在好像在掩饰些什么，似是紧张，似是迷茫。难不成是自己感觉错了吗？半晌后，刘红鬼使神差地问：你是 X 吗？你虽然没有恢复记忆，但已然得知目前的状况。你抑制住自己的表情，低头道：当然不是，别打断我的思考。而刘红眯着眼不再发言。良久后，你终于回忆起来，自己来到这已经第6天了。这里是恶魔游戏的副本。你背靠着椅子，如释重负吐出一口气。刘红也不生气你刚才的举动，发现什么了吗？你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。当然没有。刘红和周逸清齐齐吸了一口气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别误会，
我的意思是专案组耗时几个月都破不了的案子，我怎么可能看几眼就有结果？不过虽然我现在还没分析出结果，但是我3天内一定帮你们把案子破了。刘红虽然惊愕，但也很感兴趣。3天？你坚定的点点头。没错，3天后我会交一张完美的答卷。你觉得自己的失忆症看样子最多只能再撑3天了。刘红听了你的话，点点头。这几天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都可以，那就方便很多了。在刚才看档案的功夫，你已经几乎了解了全部案情。一般而言，对于连环杀人犯，观察最早死亡的前3名死者身上，最能推断出杀人魔的喜好以及习惯。而17名受害人看上去没有相似之处，但其实有一个非常诡异的地方，那就是他们都有孩子。你明明在协助帽子侦破一件连环嘎人案件，却在调查期间惊奇地发现自己或许就是凶手，并且你很有可能拥有双重人格，所以自己才会对此毫不知情。此时此刻的你还在帽子局了解案情，通过档案你发现所有被害人有一个诡异的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有孩子，有刚出生的，有20来岁的，甚至有一个26岁待业男受害人。虽然他没有孩子，但他女朋友怀孕了，这是非常值得推敲的。当然帽子也分析出了这一点，但还是无法依靠这个线索去揣摩 X 的心态，所以帽子方的思考几乎陷入了死胡同，而你却从另一个帽子不可能去想的方向推敲，那就是特殊能力。从这方面着手，寻找特殊能力者或许才是最佳方案。时间已经快来到早上，你在帽子的安排下，在帽子局旁的酒店入住。这次除了周一清住在对门之外，还有2位帽子也都在你房间左右两边住下。此时是凌晨5点，你很困却又不敢睡，你担心失忆症会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而且刚才好不容易夺回记忆，你不想睡醒之后又得从头来过。可你今天经历了被杀人魔追杀，再加上熬夜进行脑力劳动，体力已然到了极限，于是你开启了玉无双。这次你锚定的是24小时内不会失去记忆，你尝试过其他更长的时间，但都无法成功。24小时已经是你尝试的最佳时间。很快你便沉沉睡去，这一觉你直接睡到了下午1点。你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人在摇晃自己，睁开眼时就看见了周逸清，你吓得直接站了起来。你怎么在我房间？刘队让我来叫你。X 又犯案了，第18起案件在合成大学附近。你顿时就清醒了。半晌后，你冷静地说道：“也就是说，按照科学的解释来说，我没有嫌疑了吧？”周逸清点点头，但前提是这次确认是 X 犯案。不过就算是这样 ，X 也不是你所谓的洛谷飞。你闻言第一反应是为什么？如果洛谷飞不是 X， 那 X 为什么要把自己和洛谷飞拉到想象空间？一开始博物馆第17起案件，你以为 X 是想嫁祸给你，然后他从此收手撇清嫌疑，而把你拉到想象空间自然是想除掉你。这样分析 X 的行为才有逻辑。可如今第18起案件，居然一下子洗脱了你和洛谷飞的嫌疑。但符合这个行为逻辑，又收益最大的无疑是洛谷飞，而你被洗脱嫌疑也只是顺道的事。洛谷飞已经管不了这么多，毕竟他现在人在帽子局，得想办法脱身，所以他才会再一次使用了那个能力。这时周逸清开口，刘队让你去帽子局等他，有些新发现的线索，他想跟你交流一下。来到帽子局后，刘红精简的给你说了一遍案情。上午10点，合成大学旁某公寓楼内发现一名25岁男性受害者，预估凉凉时间是今天早上6点左右。被害人是个普通职员，有一个1岁大的孩子。你闻言惊喜的开口，很好，这名受害者25岁，而我们正缺比较年轻的死者，之前还有26岁和27岁的被害人。我建议从这些年轻的受害者入手，查看比对一下最近他们有什么交集，或者去过什么相同的地方，或者是否遇见过同一个人。你内心其实想的是，年纪较大的人活的年岁比较久，万一特殊能力触发条件不是近期，那么很难追溯，而年轻人不同，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基本刚出生，比较好排查。刘红听了你的话微微一笑，你想的和我一样，我已经传话下去了，会全力寻找这3个人的共同之处。你的确很聪明，刚才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发现，1个小时后等我拿到新线索会再来找你。说完，刘红和周逸清便离开了房间。你看房间里就剩下零零散散几个人，也没有理会，直接拿出日记本准备记录刚才的事件。在你翻开日记本时，你感觉到本子中间被折了一页做记号，所以你刚好就翻到了那一页。然而就在看到上面的文字后，你的心顿时一沉，另一个我，总算见面了。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 X。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然而你却发现自己很有可能就是杀人魔，因为日记本上出现了一段奇怪的话。另一个我，总算见面了。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是 X。你可能还不知道 X 是谁，所以你可以先去阅读前10页。看到这里，你完全怔住了。这段笔记和自己的一模一样，但很显然写下这段话的人认为自己失忆了，可实际上自己通过玉无双完美避开失忆的节点。你抱着疑惑的心态继续阅读，以这种方式见面，你应该想不到。没错，我们共用着一副身体，我是 X， 意味着你也是 X， 这也是你为什么能控制我的领域空间的理由。别想着抓我，你真的愿意放弃你的人生吗？更何况你根本不用担心我的存在，我只不过是占用了你一点点的时间，来满足我自己。相对而言，我可是很谦让的，谁让我比你早出生呢？弟弟，我知道你和帽子走得很近，但请你不要激怒我。我对吞噬你的意识并不会抱有很强的负罪感，毕竟已经第18起了，不是吗？哈哈，哎，随你的便吧，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亦或是回归你平凡的人生，和你的小女友快快乐乐的在一起。今天是我们第1次谈话，但也是最后一次。感谢你的款待，饼干味道不错，走了。
我亲爱的弟弟，你看完只感觉大脑有些僵硬，随后你翻了翻包，发现刘红给的饼干还真是不见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杀人魔是自己，这场游戏该如何通关？去自首吗？还是说得把杀人魔的意识吞噬后才能完成副本？现在你只能先整理这些零碎的线索。就在你思索间，门口响起了脚步声，只见刘红带着周逸清和一批帽子进了门。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这么重要的线索。所有人都过来会议室，你跟着周逸清坐在会议室的一侧。这时投影上出现了一家书店的图片，通过2名年轻男性、1名年轻女性被害人的监控比对，我们发现他们3人都去过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3云书店。而进入这家书店后，可以绕进背后的小教堂，有许多名受害者都曾经去过这个书店，这就是突破口，全体便衣封锁。然后我进去探探，便衣顺便在附近打听一下这个教堂，换衣服出发。这时你忽然出声提议，可以先把附近的监控关了，万一 X 有盗取监控的技术呢？毕竟现在分析出来的受害者都是进过教堂的，小心为上。刘红对于你的话很是赞同。随后你又在刘红走出会议室前拦住了他，我能去看看监控吗？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。好，让小周带你去，1到10号位借你用一回。说完，刘红便急忙出发了。而你跟着周逸清来到调取监控的房间，你一直在监控室待了很久，期间还接到了苏雨然的来电问候。直到刘红回来，你发现他的脸色非常不好。随后你再次跟着大伙到了会议室。这个教堂里面实际是20年前很兴盛的邪恶组织，没想到居然还有余党。这个组织一直鼓励大家购买圣水和 S 金。S 金的内容是如何让孩子成为神之转世，记载的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虐待行为，而最后一步是在孩子的伤口上撒上圣水。转世要在孩子18岁之前成功，一旦成功，孩子的命途将会改变，成为遗落人间的神明，而父母也将成为神父般的存在被负责，命途也会顺遂。但这个组织15年前就被剿灭了，没想到现在居然还在地下暗流涌动。我师父当年就是死在了这些教徒手中。这是你第一次看到刘红的情绪如此失控，所以说 X 是在屠戮这些教徒。如此看来 ，X 相对于痛恨邪恶组织，反倒是更痛恨这些被轻易洗脑的父母。不然的话 ，X 直接把他们小窝点捣毁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费劲一个个去干掉那些教徒。刘红听了你的话，脑中思绪顿时清晰起来。没错，就是这样 ，X 会有这样的心态，一定是因为他受到过父母的迫害虐待。你点点头。如果要让孩子在18岁前成功神之转世，那孩子大概率在16岁都还在被父母压制，多年的压制让他们提不起反抗的念头。X 的杀心和戾气还是比较重的，暂且推断他应该对仇恨记忆还比较深刻，到30岁的概率不是太大。我认为锚定在18到26岁是比较合理区间，当然这只是为了压缩时间的强行推理，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有可能。刘红听了你的分析，喜笑颜开，自己苦苦熬了8个月，煞费苦心，毫无线索，但自从碰见这小子1、2天后，就立马迎来了柳暗花明。随后你们又在办公室聊了很久，你也适时的掏出日记本自然的记录着，一直到了晚上10点，你回到了酒店，仔细梳理着今天的线索和信息，又准备好暗示以及在枕头边放上日记本。你知道玉无双的效果只能持续到明早5点钟，你准备好好睡一觉，其他的就要靠明天的我了。苏毅，这一觉你睡到了9点，这是哪？我怎么在这？下一秒你看到了枕头上的日记本，阅读后你终于想起来自己现在的处境，但你明显感觉到这次失忆又加强了。就在这时，你接到了苏雨然的电话，起了吗？还没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今天不是约好来我家吃饭慰问你吗？我都向辅导员请好假了。你顿时愣住，今天居然跟苏雨然有约，日记本里怎么完全没有提起过？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此时的你刚阅读完日记本，回忆起所有事情，然后就接到了苏雨然的电话。起了吗？还没。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今天不是约好来我家吃饭慰问你吗？我都向辅导员请好假了。你顿时愣住，今天居然跟苏雨然有约，可日记本里完全没有提起过呀。你只能尬笑一声道，开个小玩笑，我马上来。哼，好吧，不急，那我回家等你，等你来了我们一起去超市。可你想起来自己根本不知道他家在哪，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试探，那个，你家地址要不给我发个定位？好啊，你连我家在哪都不记得，发一个，我马上赶到，这里信号不太好。说完你立即挂断了电话。什么情况？我要去苏雨然家吃饭，我躲他都来不及，怎么还会答应去他家？事情有些蹊跷啊，但也许这次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新线索。很快苏雨然发来了定位，不久后你打车来到了苏雨然家门前。来了，很快苏雨然就走了出来，你见到他后又涌起了一阵心跳。我外婆拿了土鸡过来，我煲了汤哦。你边暗中观察着苏雨然的父母在不在，边开口，那我们现在直接去超市。苏雨然点点头，欣然答应。同时他也看出了你拘谨探寻的眼神。干嘛？我爸妈都出国大半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哈哈，当然知道，我这不是看看外婆在不在吗？空手来让家长撞见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放心好了，又不是今天来的，早说嘛，哈哈哈。你一直尽力的跟苏雨然扮演着一副小情侣的模样，打打闹闹去到超市买了不少菜。半小时后你们回到了别墅，你在厨房帮苏雨然打着下手，内心边揣摩自己到底为何不将此事写进日记。是有人改了日记吗？还是说是自己的另一个人格？如果以上2个原因都不是，而是自己亲口答应的话，那么这一定是我留给自己的提示，故意不把这件事写进日记本，让自己加强警惕。因为你对自己比较了解，所以认为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如果真的是自己答应，那么今天必然有非来不可的理由。
这时苏雨然开口：“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去休息吧，让我来给你露一手。”说着，他撩开了袖子，你立刻抓住他的手臂划拉了一下，就只露手吗？苏雨然瞬间红了脸，干嘛呢你？而你只是笑着离开了厨房，心里已然明悟过来，既然自己来这里是有目的的，那这必然与苏雨然有关，而且昨天推断 X 的年龄层他也符合，所以自己来他家应该是为了探寻他到底是不是杀人魔。可昨天的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怀疑他呢？是发现了什么吗？你伸出刚才抚摸苏雨然手臂的手，看着有些泛白的手掌若有所思。随后你在客厅闲逛，整个客厅十分的幽香，和苏雨然身上的味道一样好闻。朝楼梯走去，你发现他们家有一个副业楼，那里有不少房间，但都是关着门。刚才闲聊时，苏雨然透露过，他父亲是一名优秀的画家，里面是他的藏品，一般不允许别人进去。你继续在客厅逛着，眼角却瞄到了让你不可置信的东西。茶几上有一包饼干，跟那天刘队给你解鸡的饼干一模一样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猛地回过头，只见苏雨然面带微笑，一手举着水果刀，一手藏在背后。苏雨然毫无征兆的出现，让你后背一凉。这是病娇。随后你自然的接话：“这不是早饭没吃有些饿吗？你这饼干没过期吧？都快吃饭了，别吃饼干了，吃点水果吧。”哈哈，你可真懂我，那就等你的大餐了。你表面上毫无波澜，实则内心在想：我靠，在我试探他的同时，他居然也在试探我，这么快就要给我恐怖惊喜了。苏雨然会是 X 吗？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然而你却发现，那个杀人魔似乎就是你的女朋友。今天你来到苏雨然家吃饭，却在试探他时反被试探，他会是 X 吗？昨天的我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如果苏雨然真的是 X， 那我这都算是深入虎穴了。你也不让我注意点，不对，昨天的我早就让我注意了。没在日记本里写下这件事就是最好的警示，让我警惕谁呢？这个家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苏雨然。此时你正坐在沙发上假意把玩着手机，实际上在静静的思考。下一秒，苏雨然的声音传来：“大餐开席喽！”你闻言放弃了思考，来到饭桌，随后你下意识掏了掏口袋：“我手机呢？丢沙发上了吧？我刚才看你还在刷呢。别管了，先吃饭吧。”你点点头，看向一桌子饭菜，这么丰盛啊！虽然这些饭菜香气扑鼻，但现在的你可不敢吃啊。那当然了，给你接风洗尘嘛。苏雨然这副样子跟刚才举着水果刀感觉判若两人。你见状决定冒险来套取更多信息。嗨，我这小事，反正已经脱离嫌疑了。但昨天我可听说帽子还发现了这个案子的巨大突破口。苏雨然抬头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天赋教。你一直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苏雨然，他眼神中带着疑惑。天赋？但你观察到他的手指刚才微不可察地抖动了一下，他对天赋教有反应。对，一个专门蛊惑父母去虐待孩子的邪恶组织 X 很有可能是当年这些信徒父母的孩子。还有这种事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这邪恶组织真是可恨。但我觉得孩子的父母更该死，他们才是亲手将孩子推进深渊的元凶。苏雨然闻言突然愣愣地看着你，你还是这么认为的吗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觉得他们父母比组织更可恨，这个想法挺出乎意料的，不过我也赞同。你闻言再次确信他一定知道天赋教。此时你们二人坐在餐桌的同一边，你甚至都没有动筷，怎么不合胃口？还是你不饿？虽然他的笑容不变，但你总感觉到一丝阴寒，这是错觉吗？看来得主动进攻了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有样东西更合我胃口。说罢，你一只手突然揽住了苏雨然。苏雨然顿时浑身一僵，而你时刻准备着启动庚金之躯和御风灵阵，随后趁他愣神的功夫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抹。苏雨然的手臂上露出了一道淡浅色的伤疤。果然，信徒的孩子身上都可能会留下些被虐待的痕迹，而刚才抚摸他手臂时手掌带着泛白的痕迹，就是他为了掩盖自己伤痕化的妆。此时苏雨然在看到你的行为和眼神后突然一笑：“我是 X， 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？”你已然用上庚金之躯，体内庚金之力运转，你迅速地扣住了苏雨然双臂，可他却突然乍起，爆发出的力量居然连庚金之躯都无法抵挡，好强，好大的力气！虽然我很想这么说，但很可惜，我不是。你闻言追问道：“你的父母是天赋教的信徒？”没错。那么你的父母呢？我身上没有伤痕。可下一秒，苏雨然却告诉了你答案：你承受的是更严重的圣水之刑，但其实你并不在意，你只想要一个结果。所以你知道 X 是谁？一顿温馨的午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知道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对你的人生而言，又能带给你什么呢？第三人格，你顿时皱了皱眉。第三人格，你好啊，天外来客，欢迎来到天堂。但你没有经历过地狱，你是真不知道天堂有多美好。苏雨然咯咯直笑，一副病娇的模样。这时你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他如果要干掉自己，自己可能并没有反抗的余地。想到这儿，你突然大声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而苏雨然没有一丝犹豫：“爱，从见到你的第一面我就爱上了你，我们互相舔舐伤口，相互依偎依靠，没有人能拆散我们。”苏雨然表情竟然有些陶醉，果真是病娇。你决定打一手感情牌试试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拜托你告诉我实情。我是没有在地狱生活过，但是我想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天堂，整天都生活在不完整的世界里，真的快把我逼疯了。你真的很幸福，我们都很羡慕你。我们是指他所谓的我其余的人格吗？可你怎么知道我不再羡慕你们呢？不管记忆的好与坏，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们每个人之所以独一无二的，就是因为不同的经历造就了不同的我们。现在我的记忆缺失，我还是我吗？苏雨然回忆着，你
还是那个你，痛恨这些无良的父母胜过痛恨天赋教的你，这点从未改变。这时你问出了内心很想知道的问题，那我是 X 吗？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经过一系列调查，你怀疑你的女朋友就是杀人魔 X， 可她却表示自己不是，但她似乎还知道不少关于 X 的事。于是你问她，那我是 X 吗？苏雨然顿了顿后缓缓开口，你不是 X 已经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如果你在试图寻回你的记忆，你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X。所以说 ，X 就是我的另一个人格。这时客厅忽然陷入了一阵沉默。过了一会，苏雨然低下了头。是的，没错，他走了。现在身体是你一个人的了。那么，在你知道这个真相后，你是要背负着他的罪责活下去，还是去自首？凭借现在的记忆，我不敢保证二者我会选择哪一种。苏雨然见你居然还要犹豫不由，冷笑一声。我在你的眼里，现在就是这样的可有可无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想知道一切，哪怕这一切会打破你和我本该美好的生活？听得出来苏雨然话语凌厉，但还是带着一丝希冀。可你依旧肯定道，我想成为原来的我，哪怕你听完会死。对，哪怕结局真会这样，你想知道一切的信息，因为这才是完成任务的基础。苏雨然面色转冷，眼神中只有阴翳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20年前你的父母被天赋教蛊惑，你从刚出生开始就被迫接受最惨无人道的圣水之刑，每日体会淹没窒息的痛苦，滴水之刑的疼痛残酷。5年前你的父母双双死于火灾，就是你干的。那年你15岁，本来以为你解脱了，可你终究放不下对那段时光的厌恶，毕竟你被折磨了整整15年。说来也可笑，神父教说什么神职转世，自然是莫须有，但整整经历15年圣水酷刑的你，去年好像真的觉醒了不得了的能力。你隐隐觉察到你的能力强度正在与日俱增，正是这样的能力，你也开始筹备你的计划。直到8个月前，你开始了你的行动。你靠着把人拉入特殊空间的能力，实施了 X 的连环杀人犯罪。这时你提出问题，那你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苏雨然自嘲一声，面色依旧冰冷。角色，一定要说角色的话，可能一直是你的爱人这个角色吧。不过这不是扮演，你从来不会瞒着我什么，因为我们同病相怜，感同身受，这不是最好的证据吗？那 X 为什么要在博物馆犯案，还让自己成为嫌疑人？你想要把所有疑惑的问题全部问个遍，不是让自己成为嫌疑人，而是让他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他的计划。你闻言很是疑惑，他的计划为什么需要我接手？ X 作案的第2个月，兴许是特殊能力的原因，又或许是精神压力， X 他分裂出了2号人格。2号人格知晓自己的身世，他胆小懦弱，畏惧一切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是 X。同时 X 发现自己的意识居然在被缓慢吞噬，2号人格出来的时间明显越来越长， X 只能想方法除掉他，那就是让杀人魔在特殊空间干掉他。而那个扮演杀人魔的就是外形夸张的洛古飞，他把抽中的幸运儿洛古飞在特殊空间里设定为了杀人魔，让2号人格自生自灭。终于，那晚2号人格被他吞噬了，但他却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，即便没有2号人格，他依旧失去了他的一半时间，这导致他长期昏迷不醒，直到出现了3号人格 X 的时间更是被你分去了一大半。他感觉到即便没有你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意识也即将完全消散。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，那就是你没有他的任何记忆，甚至每天还会失忆。为了你不和2号人格一样，他一直在偷换你的日记，刷新着你的记忆，直到上礼拜，他觉察到他已经活不久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实验，不再刷新你的记忆，而是让你与杀人魔 X 扯上关系。所以在日记里写下的怀疑对象就是洛古飞，然后 X 又让你成为嫌疑人。很显然，你在帽子那游刃有余的表现吸引了他。听到这里，你差点以为自己早就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但稍微一想，立刻就否决了。3号人格刚出现的时候，绝不是自己，毕竟我来的那天听到了语音任务播报，这就是一个锚点。这时苏雨然继续道，在之后 X 尝试让洛古飞在领域里继续假扮杀人魔，但你却依靠推理完全掌控了特殊空间。你聪明、果决、冷静，哪怕每日失忆，都在顽强的抗争。他一度觉得你能成为他的接班人，但是他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你不痛恨天赋教，你不痛恨这些残暴的父母，你只是想着找出真相。他知道他控制不了你，他多想他的时间能够多一些，去完成他完整的计划，可他的时间已经耗尽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。第18起案件是 X 进行的最后一起案件，更是要还给你清白。他希望你和我一起恢复平静的生活，但是你偏偏要打破这种平静，追寻你那所谓的真相。苏毅，你现在知道了所有，那么这真相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一直都在边听边分析，你认为苏雨然说的都合理，那如果自己真的是 X， 那我该如何获胜？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经过一系列调查，你怀疑你的女朋友就是杀人魔 X， 可她却说你的另一个人格才是杀人魔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自己真的是 X， 那要如何才能赢得游戏胜利呢？任务是赢得与杀人魔的斗争。现在 X 照苏雨然所说，按道理已经消失了呀，难不成苏雨然在骗自己，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格在骗苏雨然？自己的另一个人格真的是 X 吗？这时你忽然想到，
苏雨然刚才居然能轻松挣脱自己的庚金之躯，于是你不由问道：“你也获得了特殊能力？”苏雨然冷漠地自嘲道：“的确，我的身体素质在18岁那年开始变得异于常人，变成了一个怪物。我应该能轻而易举地拿下所有的奥运金牌吧？还有一个问题 ，X 的计划到底是什么？”苏雨然的表情越来越阴冷。X 就是想让案件发酵，他并没有过于隐藏他的目的，相信只要时间够久，帽子一定能查到蛛丝马迹。但没想到这么快，一方面引起天父教遗留教徒的恐慌，另一方面将这件被隐藏在阳光下的黑暗事件再次公之于众，而不是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不了了之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拯救其余还处在地狱的孩子。X 只想对他们说一句：欢迎回到天堂。所以你的选择呢？苏雨然直勾勾地盯着你，你闻言脱口而出：和你在一起。苏雨然瞬间笑出了声，哈哈，如果你先前就这么说，那该多好！你很聪明，可是对我没有感情，甚至还想离开我，所以才会在日记本里写下那些伤人的话。既然我的 X 已经死了，而你又不想和我一起安稳地生活下去，那么你得死。说罢，苏雨然缓缓向你走去，而你也一点点往大门处靠近。等等，你不是说爱我吗？就在你选择知道一切的时候，我爱的人就已经死了。我不是问过你吗？你不是说哪怕你会死，你也要听吗？苏雨然又再次绽放了微笑，而你心里不禁抱怨：我靠，我哪知道你说的是你要干掉我呀？刚才还言之凿凿地说爱我呢。就在这时，你向后靠去的同时摸到了2个花瓶，你轻轻一拽，2个花瓶应声而碎。你看着满地颜色不一的花瓶碎片笑了。苏雨然，你又小看我了，想必这不是现实吧？苏雨然眉头瞬间皱起，这应该就是你所谓的特殊空间吧？当然，这次主导的是你。苏雨然恢复了冷漠的表情，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你笑而不语，打开了大门，往左右两侧瞟了一眼。同样的招式，可打败不了我2次。我来的时候，可是在你家的花瓶里藏了东西。东西呢？为了以防万一进来就会被拉入空间，在进门前我还在你家门口用石头撒了一个北斗七星。七星又去哪了？上一次是以我为主导的想象空间，我所知道的东西细节都一一呈现，但是这次是以你为主导的想象空间，我刻意为之的东西你不知道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没有出现。说罢，你掏了掏口袋，掏出了一个酒店房卡和一串家门钥匙，它们还在我的口袋里，说明你在让我进入空间前已然检查了我的衣物口袋，将它们复原了出来，甚至我的手机都被你抹除了。手机检查起来可没那么简单，你是怕我在里面做一些记号吧？所以刚才我的手机才会不见了。苏雨然依旧没有任何表情。可笑，那又如何？你真的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为所欲为？是不是只要有人明悟这里不是现实，你的能力将无用武之地？你说这话也是在试探，你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锤可以佐证自己的推断。看到苏雨然站在原地沉默，你已经知道自己猜对了。第三人格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智慧，会导致你死得很惨。我推测这个所谓的特殊空间，其实也就是在一个人的梦境或是幻境里，打开了一扇门，让另外一个人进入罢了。不管主导的是谁，只要醒悟理解这个梦境，那么这个空间将毫无杀伤力可言。它毕竟只是一个梦，或者存在于想象。但如果太相信这个梦境了，结果就会作用于现实。我猜的对吗？你话音刚落，就感觉面前一片抖。苏雨然和面前的陈设开始扭曲，下一秒你就回到了现实。你只觉得脑袋底下软软的，脖子上有一股凉意。你反应过来后，猛地睁开了双眼，结果就看到了苏雨然面带笑意的看着你。你醒了呀！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整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此时的你一睁开眼，就发现自己竟然躺在了苏雨然的腿上，还被他用刀架着脖子。于是你立马开启了庚金之躯，紧接着就看到苏雨然笑着开口：那么准备好了吗？正当你准备利用庚金之躯硬拼一下的时候，大门处传来了一阵门铃声。苏雨然脸色瞬间变得阴冷，随后直勾勾地盯着你，似乎是在思考要不要先把你解决掉。可门外的声音持续响起，下一秒还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：开门。苏雨然闻言轻声问道：是你？你不置可否，你已经听出来了，这是刘红的声音，可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？难不成是昨天的自己？与此同时，苏雨然的表情化为温柔的笑容，把手中的水果刀丢在一旁：你都把我压麻了，还不起来？你反应过来后立马起身，顺手把水果刀拿在了手里。而苏雨然一瘸一瘸地走到了门口开门，你发现苏雨然的腿还真被压麻了，这是否说明他在这个世界并不具备强大的体质？但他可是演技派，一切都有可能是演的，自己必定不能掉以轻心。随后你也向门口靠近，门一开就看到了刘红和周逸清2人。没来晚吧？差一点点。只见刘红拿出一本小本子递给你，苏雨然却突然眼神直勾勾地瞪着那本小本子。那这是你要的？你不是说今天要请我吃饭吗？打你电话还不接，还让我一点钱赶到，到底是有什么线索要提供给我？你接过带着密码锁的小本子后，瞬间会意了一切，这一定是昨天的自己给今天的我留下的线索。你先没着急打开本子，而是侧身把2人迎了进来，顺道看了看门外地上和门内的花瓶，北斗七星的位置完美无缺，花瓶里的石子也在，门口还有居民来往，是梦境空间的机会不大。接着你把刘红和周逸清带到了客厅沙发。雨然，你先去把菜热热，我们
一会就来。苏雨然沉默了1秒后回了个好，便微微一笑离开客厅。周逸清和刘红感觉到了一股奇怪的氛围，于是便问：到底什么事？你先等等，我给你总结总结。你看了看密码锁，随后输入了自己现实书店的老座机电话。你翻开本子开始阅读。老朋友，怎么说？事情还进行得顺利吗？有从苏雨然那套到什么线索吗？凭你的魅力，一定没问题。你不由在心里吐槽，还真是自信。先别吐槽我，看看你的属性面板，玉无双已经被我用了，可别傻头傻脑的看都没看。你笑容顿时一僵，随后打开面板一看，玉无双果真已经用完。今天我监控第一个想到查的就是第一天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傍晚敲我房门又消失的人，拍是拍到了，但那人身着黑色风衣，头戴兜帽，甚至是男是女都看不清。不管这个了，接下来我说的就是重中之重。看到帽子们奋力不眠不休地调取监控查看视频，我想到用玉无双来查监控岂不是省时省力？玉无双本想留着治疗今天失忆症，但现在实在是缺乏关键性线索，时间紧迫，我决定赌一次。等刘队回来，我获取了天赋胶的线索后，我又来到了监控室，开启玉无双。我优先试着锚定寻找 X， 可是失败了，无法启动。我留了一个心眼，我先试着锚定找到我想找的人。玉无双启动了，开启之后，我觉得我的思考都仿佛可以调动气运。我接着锚定18位受害人的凉凉时间，我能找到在他们2公里内出现过的相同的人，但结果是无。老朋友，你应该知道整整18位，这么多的取样，按理来说应该绝对能锁定 X。看来 X 的特殊能力限制和释放方式大概率与距离无关，但好消息是我的运势并没有就此消散。看样子我先前锚定的影子生效了，避免了玉无双的一次性。我再次锚定18位受害人8个月内见过的相同之人，可结果依旧是无。虽然气运还在，但我能清晰地感应到，这次失败的话，他将离我而去。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其他方面。没错，你老朋友我这么聪明，当然想到了。如果说没有距离限制，甚至没有过接触就可以对目标施展特殊能力，这根本无从查起。这特殊能力应该没有那么没谱，或者说恶魔游戏应该不会留条死路。所以我突然想到了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媒介的限制。如果说 X 让这18个受害人接触媒介的话，那么什么是最完美的？时间上还能随心所欲，而且自己完全不用刻意亲自接触他们，那只有一个答案了，那就是圣水，天赋教教徒的必需品。这18个天赋教教徒每个礼拜都共同需要补足的东西，于是我锚定同时接触过这18个受害者拿取的圣水之人。果然玉无双流逝凶猛，我马上调到了一个画面，画面中的正是苏雨然，他在超市的饮料区。接二连三我看到了这几个月苏雨然在许多超市出没，超市不一，但都在饮料区停留了一回。他是 X 吗？但这不能作为证据，哪怕警方知道苏雨然触碰过这些所谓的圣水，但是这又怎么能说他达人了呢？更何况苏雨然和这些人去拿圣水的时间都相差了好几天，要不是我气运无双，一般人绝对无法查出这个。今天苏雨然还让我去他家吃饭，我本来想假装先答应他晚上再推掉，但现在好像不必了。明天的我们有目标了，从刘队那薅了这本子给你，你知道的。X 非常了解我，大概率是通过我的日记，但他绝对不会想到，我不把今天这些记忆写进日记本，自己斩断自己的记忆。我不知道的事情，他也绝对不知道。记在手机上，自己偷偷找地方藏，稍微重置一下我的手机不是难事，所以最保险的就是把这段记忆就近交给刘队，让他明天来交给我。当然，如果刘队要是 X 或者同谋，那我也认了。我已经把所有都孤注一掷，我需要的是一个切切实实无防备的 X。我会想办法让刘队今天一点前去支援你，至于具体怎么解决，我这信息不足，还是得交给你。以上，你帅气聪明的老朋友。看完这一切，你深呼吸了一口气。昨天的我承认你确实很帅。那么现在该轮到我了。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此时的你刚阅读完手中本子的内容，那是昨天的自己给今天的你留的线索。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苏雨然就是 X， 但由于涉及到特殊空间和超能力，所以你在思考该如何跟2位帽子叙述。半晌后你开口：刘队，现在是这样的，这个线索得看你们的接受程度，我在考虑怎么说。刘红闻言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：你尽管说，就没有我接受不了的。而周逸清也在一旁道：别卖关子了，现在任何一点线索都至关重要，就是别再说什么想象空间洛古飞追杀你就行了。咋？那你到底是让不让我说？周逸清听你这么说，顿时皱起眉头：你又要搞你玄幻那一套？你闻言无奈的摇了摇头：好吧，接受程度不高，那我委婉一点， X 是超能力者。此话一出，刘红和周逸清都愣了一下，随即无语道：这就是你所谓的委婉吗？你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，继续说道：他会梦境达人，并且需要媒介，而对于那些受害人来说，媒介是圣水，所以不论你们怎么找都不会找到线索，甚至就算知道 X 是谁，你们也无法证明他是凶手。他只在梦境达人，但只要你理解那里是梦境，就可以回到现实，不然梦境里的死亡也会巨险。刘红沉默了一会，若有所思道：所以你的意思是 X 根本就不用去犯案现场，也和受害人没有接触？周逸清有些阴阳怪气道：照你这么说，这案子就没法破了。他完全不信你这种荒诞的说法。你闻言坚定的点了点头：所以说这案子真的没法破？不然你真以为刘队吃干饭的？18起案子了，都还没有一点头绪。刘红抬了抬手：没了，线索都说完了。你两手一摊，点点头：说完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你见状刚想说别急着走，没想到就被一道声音打断。
别急着走呀，你向声源望去，发现居然是苏雨然打开了一道厨房的隔板，而且竟然直接连通了客厅。这也表示他在一旁依靠隔板听了许久。不过你也没打算瞒着，你已经和苏雨然摊牌，不论如何，今天应该都是收尾的一天。来都来了，就都留下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呀。你顿时惊觉浑身绷紧，只见刘突然掏出了枪，光速上膛，直直的指向你。你反应巨快的开启了更金之躯，但你刚想反击，却发现刘红的力量变得非常大，他直接一按就把你按到无法起身。自己这技能在这个副本里被限制的死死，就这还开放级游戏？下一秒，刘红直接把枪对着你的脑袋。周逸清根本想不到会有这一出，刘队，但刘红巍然不动，表情毫无变化。他被控制了。你忽然想起在博物馆那天，自己多去了一趟卫生间，或许不是什么人格苏醒，而是被苏雨然控制了。一旁的周逸清闻言愣住了，控制？难不成真的有特殊能力？他看着刘红不对劲的样子，似乎也不得不相信这荒诞的事实。这时苏雨然笑了，你好像真的查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啊！第三人格？什么第三人格？你女朋友在说些什么？周逸清很显然还没理解当下的状况，不过他已经准备掏出枪来阻止这一切。然而就在他掏枪的时候，刘红忽然开口：别动，动一下他就没命了。周逸清只能放下了手，而你在这时缓缓道：他可能是 X。我说过了，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智慧，会导致你死得很惨，但同时你的虚构故事也不攻自破了。你微微一笑，现在有一个关键性问题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你能告诉我答案吗？你的能力可是和你在空间里说的完全不一样，并不是体质方面的改善，看起来倒是偏向于精神力方面。而你所谓 X 是我的主人格，更是无稽之谈。这个梦境异能根本就是你的特殊能力，你之前所谓的特殊空间异能实际是梦境异能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你利用圣水作为媒介，通过梦境异能去害了那18位受害人。苏雨然深吸了一口气，依旧面带微笑。哼，真聪明。那你为什么要虚构我是 X？ 这么完美的虚构故事，到底图什么？这是让你最疑惑的地方。毕竟苏雨然若是想嘎自己，根本没必要这么费劲。即便是到了现在，你仍然感觉到他没有想嘎自己的心思。呵呵，苏毅，你现在还问我这样的问题，你是不是还发现了什么？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还发现我不想杀你？你背后一阵恶寒，竟然被他洞察了。你的确很自信，但谁说我不想打你？我只不过想和你做最后的告别罢了。毕竟你凉了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成为我的英雄，值得我去依赖。我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永远在一起。不过你们要是敢轻举妄动，这一枪我会开得毫不犹豫。而你从刚才苏雨然的话语中抓取了关键词，英雄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已经确定苏雨然被迷信天赋教的父母所虐待，也就是说英雄一词可以解析为救过他，或者是帮他脱离父母，甚至帮他干掉了父母。但我是你的英雄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这逻辑根本对不上，除非 X 这个主人格真的存在过，所以现在的你并不是那个真正的英雄。于是你开口问，你的父母呢？好吧，如果你执意在告别前这么杀风景，那就让我来回答你一些能让你刻骨铭心的事情。我的父母被你干掉了，是你解救了我，让我逃离了深渊地狱，所以我真的有主人格。你所谓的 X， 是的，可他并没有你所谓的能力，反倒是你拥有着这个异能。没错，他没有异能，不过他很聪明，跟你一样，他根本不需要这些来自恶魔的力量，也能帮助我逃离魔爪。可现在事实上 X 是你，连环打人案都是你犯下的罪行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塑造我是 X？ 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今天的你势必要找出 X， 然后结束这场游戏。此时的你正在质问苏雨然，你到底为什么要塑造我是 X？ 苏雨然闻言展开双手，仿佛在拥抱美好，因为我想让我们真正的感同身受。既然我是 X， 那么你也可以是 X， 你可以真切体会做 X 的那种美妙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推断，你之前编织了这么缜密的谎言，甚至还用日记本对我写下 X 的人格对话。日记本上的字迹是我的没错，但是你也可以模仿，你的美术基本功以及天赋都是无与伦比的。我相信我的字迹你就当作是画画，也能模仿出来。苏雨然陶醉的笑着，并且果断的承认了，没错，你的日记我有更改的权利，毕竟你的全部是我的所有物。而此时的你已经了然，他一定是通过梦境空间每日查看自己的日记，并在上面写上了 X 的留言。重点是他为何如此做。现在你结合了所有的线索，终于有了比较合理的推测。你是想唤醒我的主人格？苏雨然笑容瞬间凝固，一言不发地盯着你。我的主人格或许真的存在，而你做了那么多费劲的事情，就是为了唤醒我的主人格。你之前的虚构故事逻辑链非常缜密，如同你亲身经历，所以说里面势必有一些链子是真实的。现在换我来虚构推理一下如何？有一天我的主人格救了你，你称他为英雄，如你所言他很聪明，就像我一样，你们互相依偎，然后考进了同一所大学。当然期间他也如同你一样，甚至可能比你更憎恶天赋教以及那些信徒父母。他做了一系列计划准备实施，这个计划就是 X 连环杀人计划。你利用异能徐徐展开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因为心理的创伤第2人格出现，这是为了保护他治愈他而分裂出的人格。但很明显第2人格的出现，导致主人格的意识时间严重减少，甚至威胁到了主人格的存在与否。一段时间后，你发现主人格居然消失了，但留下的那个人格正直善良懦弱胆小，已经不再是你认识的他了。你只能进入梦境空间，就像你说的，利用洛古飞杀了第2人格。你以为没了第2人格，主人格自然会苏醒，但没想到的是他长期昏迷，甚至差点成为植物人，直到诞生了第3人格。第3人格和第2人格不一样，他失忆了，他不记得之前发生过的所有事，
忘记了仇恨，甚至每天的记忆还会刷新。这一定是因为儿时痛苦的回忆所造成的应激反应。你试过了很多方式，哪怕在日记本里写下他是 X 唤醒他的记忆，可是依旧失败。所以你决定让他真的与杀人魔 X 扯上关系。你在日记本写下的怀疑对象就是洛普菲，而后你又在博物馆使用异能控制了他，让他成为嫌疑人。在之后，你尝试让洛普菲在领域里继续假扮杀人魔，但第三人格却依靠推理完全掌控了特殊空间。他聪明、果决、冷静，哪怕每日失忆都在顽强的抗争。你一度觉得他可能就是那个主人格，但是你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，他不痛恨天赋教，他不痛恨这些残暴的父母，他只是想着找出真相。第18起案件或许是你进行的最后一起案件，你要还给我清白。毕竟我某些方面比较像主人格。你想通了，你可以放弃计划，希望和我一起恢复平静的生活。但是我偏偏要打破这种平静，追寻所谓毫无意义的真相。所以你刚才就是为了最后一次试图唤醒我的记忆，才编造了我是 X 的事实。但很显然你又失败了，我并没有恢复记忆，而我说的话以及行为也让你心灰意冷。所以现在要置我于死地，继续你的计划。你几乎1比1完美复刻出了苏雨然之前的推理，只不过 X 从主人格变为了苏雨然。过了好一会，苏雨然才低声开口喃喃道：“不得不说，你甚至比他更聪明，但是现在为时已晚。我想把你做成雕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样你就能永远陪伴我了。”你心里暗骂一声，这是病娇本娇啊！但你依旧没有停止思考，你总觉得还是有些不太对劲。如果事实真的像自己刚才所说的那样，那自己不也成了共犯了吗？难不成镜子里显示出来的永远只是真实的影像，而不是真实的自己？此时一旁的周逸清整个大脑处于云山雾绕的状态，这家伙到底在说些什么？但看到刘红此时的模样，他知道你之前荒诞的推测都是真的。来吧，告别仪式要开始了。这时苏雨然走到了楼梯处，朝你们几人勾了勾手。刘红的枪依旧顶在你的太阳穴上，然后用手把你带了起来，又朝周逸清摆了摆手，示意他走前面。地下室依旧幽香阵阵，苏雨然打开了其中一扇门，来看看你的房间。这个房间里四处散布着不少被红布覆盖的物体。就在这时，苏雨然随手扯下了一块布，可当你看清眼前的东西后，顿时觉得毛骨悚然。你意外进入了一个副本世界，每一场游戏都有可能让你丧失性命，你只能不断分析细节才能找到存活下来的方法。如今你正处于第3个副本，而这场游戏的胜利条件是找出杀人魔，并且赢得与他的斗争。今天的你势必要找出 X， 然后结束这场游戏。此时的你被苏雨然带到了地下室，其中一个房间里放着不少被红布覆盖的物体。这时苏雨然随手扯下一块布，红布底下竟然是一个等身大小的雕塑，而他的脸正是你本人。随后苏雨然又扯下一块布，正是你拿到的作业的放大版。紧接着苏雨然疯了一般接二连三扯下周围的红布，那些全是以你为蓝本的英雄雕塑。这些雕塑只是空壳罢了，但是如果你在里面，那才算真正拥有了完整的灵魂。你会陪我永远在一起的，对吗？你不答反问，你认可了我的虚构推理。那就让我满足一下你最后时光的求知欲。没错，你说的都对，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细节，几乎就像你亲眼看到一样。你真的很神奇。那你现在能乖乖的躺下了吗？让我先上一层大泥。可怕的女人，但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算计。最近制作视频的预算有点紧张，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，比线下店多卖了20%。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，车放瓜子，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，我挑高价卖了，当天到账，拍卖价就是到手价。想卖车的赶紧去评论区免费估价吧，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。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，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的小把戏已经被我看穿了？你大喊了一声周警官，随后全力运起庚金之躯朝墙边撞去，期间还从口袋拿出了一把钥匙。庚金玉器开启后，你直接用钥匙戳向墙壁，下一秒墙壁轰然倒塌。就在墙壁倒塌那一瞬间，你看到刘红手中的一丝挣扎，不过在你撞破墙壁时，他还是扩散了扳机。但你看到刘红延迟出手，心里了然，他果然还没完全中招。此时的你深知子弹清澈力巨大无比，不是这个阶段的庚金之躯能防御的。而下一秒沙堡启动，你的眼前瞬间出现了一个保护层。与此同时，你发现墙壁背后居然还是房间，而里面的书柜上有一排整齐的笔记本，这可能就是你要找的。但你来不及细想，因为你清晰地听到刘红已经把配枪再度上膛。就在刘红准备射击的瞬间，周逸清一个飞踢踹掉了刘红手里的枪，随即直接和刘红扭打在一起。而你预估到了结果，赶紧甩掉钥匙，顺道拿上了桌子上的一把小型铁尺，随后再次撞击墙壁，一下子贯穿而出，终于来到了停车的地下车库。你抬头看到头顶有五边形形状的大天窗，便顺势将灌注庚金之力的尺子一用，天窗应声而破，顿时涌进来一股新鲜空气。你心里暗暗道：应该够了吧？这时你回头看了一眼周逸清，你立马大喊招呼道：快，这里！周逸清听到呼唤，边闪避边朝着你醒来。此时的刘红不知为何速度开始减缓，已然跟不上周逸清。而你见状，朝着苏雨然笑道：怎么样？苏雨然一脸失望，胸口不断起伏。见刘红已然抓不到你们二人，苏雨然便想控制着刘红回到初始的房间，可刘红脚步却一致使劲摇了摇头，看样子是清醒了过来。刘队体质不错呀。而刘队眼神中稍显迷茫，显然是不知道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感觉到自己昏昏沉沉做了一个梦，脑中就回忆起你说的一句话：梦境空间。他一直在挣扎着醒来。周逸清有些不明所以，怎么回事？刘队清醒了。你说完，微笑地盯着苏雨然，朝他比了一个耶的手势。你的小把戏已经被我看破了，想必你的精神控制也是有发动条件的吧？最后再多说一句，想卖车千万别犹豫，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。